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老祖，求求你，让我把他生下来吧！什么声音？不可！你腹中胎儿根基平凡，我洛族断不可留。是谁在说话？胎儿根基平凡？难不成我穿越成玄幻世界还会出生的婴儿了？这人便是我的母亲，要被打掉的就是我。修真世界实力为尊，等级森严，拥有天赋才配出生。看来这中灯和老灯打定主意要抛弃我了。若是母亲也这么想，那我……战天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这孩子根骨已经受损，怎么配跟鱼儿腹中的孩子分我洛族资源气运？墨云腹中乃是仙体，你的孩子如何比得上？你难道忘了当初你重伤，是我将先天真元度让于你？若非如此，我的孩子怎么会根骨受损？既然如此，你若想生出这孩子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离开洛族。什么？要么被赶出家族，要么放弃自己的孩子吗？什么样的人渣会让一个母亲做出这样的选择？母亲，她会怎么选？既然如此，这洛族，我将此心离开便是。自今日起，我们母子的生死与洛族无关。你，谢谢。母亲选了我。母亲，你放心，哪怕我是个先天根骨破损的废物，我也一定会努力修炼，把我们的尊严赚回来。这是检测到宿主产生修行决心，大气晚成系统已绑定。我操，我竟然还有系统，只是大器晚成系统。谁大器晚成了？老子还没出生啊！这系统到底是什么鬼？这系统到底是什么鬼？我还在娘胎就让我努力了，还是说这系统早来了300年？你的一生无比残酷，先天不足，无法修炼，常常受到万族的白眼与嘲讽。你同父异母的兄弟早已正道，可你却只能依靠母亲求来的丹药，苟且续命，直到你母亲死去，你痛定思痛，决心一决。停！这也太惨了！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既然系统出 bug， 早来了300年，那就将我的人生从废柴逆袭改写成天骄平推诸天。接手任务，第一次主动修炼，少娘青花木相送，奖励融合荒古圣体。荒古圣体，荒古圣体，肉身无敌，叫板古之大帝。融合了这种体质，还怕不能逆袭吗？这可是娘胎新手福利，利用胎气运行灵气，如喝水般容易。孩儿是不舒服吗？等等，难道我儿子在娘胎中就知道修炼了？任务完成，正在融合荒古圣体，辅之圣者传承启动。这是时间豪杰如过江之鲫，也不过荒古大帝足下的阶梯，万物臣服，独断万物。这金色灵玉居然在修补我受伤的根基，奇怪，我的孩儿不是先天不足吗？怎么会在我的腹中就能有如此异象？修者入门在下3境：斑雪、洞天、化身，每个境界分10重。至于成年以前突破化身，成就尊境，哪怕只是尊者1重境，也是天骄中的天骄。系统提示：您已突破斑血境1重、斑血境2重、斑血境3重、斑血境4重。恭喜宿主连破4重。逆天改命，从此刻开始，这是命运重写的起点。兄长，嫂嫂，我回来了。小妹，快过来坐下吧。洛族势大，
父亲母亲只能去造化仙宫，请一位医道仙帝，看看能不能为你的孩子修复根骨。哼，当初劝你你不听，现在知道回娘家了。哼，回娘家吃回头草啊！我从未想过要什么，只要我的孩儿平安就好。这可是我亲妹，你积点口德，江族不会缺我外甥一点资源。唉，你嫂子只是嘴上刻薄而已，她早就为你准备了药膳，让下人弄还不放心，亲手熬了2个时辰。没事的，兄长。嫂嫂的性格，我自然是知道的。原本以为娘亲会被人欺负，没想到这江族的氛围竟比洛族温馨多了。子亲，爹娘回来了，请到了造化仙宫的妙圣人，孩儿的根骨啊，说不定有修复的可能。啊，真好看啊！任务：寻找一个3流以上的宗门拜师，奖励：未知功法，宗门师尊越强，功法品质越高。什么拜师？难道系统遇到强者自动起了反应？晚辈见过妙圣人，这个妙圣人就是现在最好的选择了。无需多礼，我若能早些显露天赋，决定了，就这么办。圣人肯出手，此情已是感激不尽。就用我的荒古圣体给他一点小震撼。好了，其他人先在外面等候，本座要在殿内诊治。放心，你腹中胎儿体弱，本座不会用灵力刺激。体弱，跟徒儿的荒古圣体出去吧。哦，难道是闭关修炼太久了？我怎么感受到一股来自乱骨洪荒的恐怖气息？怎么了，圣人？你说你这孩子先天不足。是啊，洛族的医者是这么诊断的。那我倒要看看这孩子的深浅了。看来我的未来师尊还不满意。荒古圣体，开！这小家伙竟还不服了。好，本座就喜欢这心性。若非本座一时兴起来此，怕是真要失去一位旷世奇才。什么？此物可洞察万物。既然你们都不相信，那么本座就用宝物照一照，给你们江族一同看看，如何？多谢圣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么短时间就完事儿了？难道此心腹中胎儿真的无法可救了吗？连圣人都……你们不要多想，他腹中胎儿非但无事，反而有绝世的天资。若真如本座方才探查的那样，恐怕倒是本座有幸前来见证了。不是说我孙儿天资不足吗？那不过是庸医妄言。不是，快看那镜中景象！这就是那九头龙尊，本身一个手指就能碾死整个江族的存在啊！那这青铜棺内拉的又是何人呢？长得倒是像他母亲。荒古圣体，江族看来要出一尊天帝了。好啊，天佑我江族！好孩子，真给娘亲争气。江姑娘，本座不善言辞，有话就直说了。你有没有想法让你的孩儿拜入我造化仙宫门下？我会全力栽培他。本座定会全力栽培，让他成为绝世强者。既然如此，不能浪费时间，这正是机会。300岁时，你终于打破心魔，艰难地迈出了修炼第一步，但只会吃苦，难有寸进。修炼要讲资源，讲背景。这一年，你充分认识到这一点，所以决定寻找一个师门拜入。任务：寻找一个3流以上的宗门拜师，奖励：未知功法，宗门师尊越强，功法品质越高。已完成。妙圣人已经开口，造化仙宫更是顶级实力，奖励快来！如今我已经有了圣体，若能有一部高等级的功法，修炼从此便将无阻。奖励：吞天魔功。恭喜宿主完成拜师任务，
特赐超级功法吞天魔功。竟然是吞天魔功！这是我那外甥，娘胎就懂得修炼。天佑我江族！有了荒古圣体，100年后的仙宫大典，看谁还敢说本座这一脉势单力薄。收徒不可无见面礼，为师先送这小家伙一样宝贝。结合我荒古圣体与吞天魔功，宝物认主只需请客。来！有荒古圣体和吞天魔功加持，小小法宝认主还不是弹指之间的事情。这孩子还未出生就能让法宝认主？哼，还没完呢！系统任务完成，将乾坤寒火罩再次提升，先天灵宝成。这是何等场面！还是孩童便能让法宝认主，还提升为先天灵宝。不但法宝自动认主，荒古圣体居然能反过来将法宝提升为先天灵宝。好，有了认主的先天灵宝，寻常修者无法伤害他。我离开后，也会把我的坐骑灵鹤留下，继续保护江王。待他达到洞天境，本座会亲自前来引他入宗门。我等乃大夏神朝之人。什么？大夏神朝？江家能做主的人速速出来！大夏神朝，他们定是知道了我们被逐出洛家，急着来退婚。退婚？哼！没想到我也能体会一把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的感觉。你就是江家家主。洛族几10年前就与大夏神朝订了婚约，也就是说，这份婚约属于我。你等闯入我江家大殿，是何道理？我是大夏神朝上将军吴奇，特此来告知你江族，我朝当初和你们的婚约作废了。当初是你大夏神朝主动要求和亲，现在又来上门退亲，未免太不将我江族放在眼中了。江家主，你妹妹被扫地出门之事，已是万族皆知。小小一个江家，怎配与我大夏神朝联姻？先天不足，小爷我荒古圣体系统傍身，等出生那天，你这老狗怕是要跪着求我收下你家公主。本将能来江家，已是陛下仁厚，否则你们只能在金銮殿下下跪接旨。我朝公主虽未出世，但也不是那废物能配得上的。你胆敢在我江族出言不逊，就不怕我朕杀了你？你还当你是洛族的人？如此不识抬举，让我除了那废物！何人造次？一觉醒来，竟是看见有人在我江家撒野，竟是惊动了老祖。看来这次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玄冥二老还不出手？江老鬼，还是让我们兄弟俩陪你练练吧。江老鬼这么大年纪了，脾气还是这么火爆。忘了给诸位介绍，玄冥二老已是我朝的供奉了。这两个老鬼，修为还真不低。哼，堂堂大夏神朝，竟叫来2个畜生撑腰，不觉得害臊吗？轮得到你说话了吗？小心！江老鬼顾此失彼，你这废物孙子可保不住了！警告：侦测到宿主面临致命危险，发布紧急任务，保护主母不被击杀。任务奖励未知。居然对身怀6甲的孕妇出手，当真恬不知耻！吞天魔功，吞！我的灵力没了，是何人出手助我江家？一起出手！乾坤寒火罩，烧光他们！这气息，居然是先天灵宝！小小江家，居然有人能驾驭这种宝物！谁敢不敢出来？藏头露尾的算什么本事？恭喜宿主度过生死危机，任务评价不可思议，任务奖励9玄大还丹。
九玄大还丹，吞下即可恢复灵力。如此一来，灵力耗尽的担忧也没了。看我今天就为江家证明！本座才离开3日，那小子就动用了灵宝，让本座看看，是谁这么不长眼，居然敢动本座的弟子？此子乃我造化仙宫座下首徒，谁给你们的胆子对他出手？师尊不应该在千里之外吗？难道这灵宝上也有他的后手？这废物怎么可能进入造化仙宫？莫不是来诓骗老夫？先帝就敢质疑圣人，这老鬼也是胆子够大的。不过既然师傅来了，这些大夏神朝的渣子翻不起什么风浪了。什么？阁下不妨报上名来，我大夏神朝日后也能讨教一二。还想用神朝之名威胁本座？区区先帝4级，不配听本座明会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鬼，刚刚你不是很狂吗？再来和老夫一战！区区一道神念就能压制先帝？难道这女人真的来自造化仙宫？那江家废物岂不是真的会拜入造化仙宫？哼，现在才后悔，晚了。张将军，该撤了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洛族居然将一个能拜入造化仙宫的天才逐出，可害惨了我大夏！圣人慈悲，饶过这些势力阿臧货财，也让他们亲眼看看，日后望儿会成为怎样的天朝。也罢，让他们活着回去，给那神朝带话。江家同大夏神朝的婚约确实要分。难道说师尊是要帮我？不过不是你推我弟子的婚。果然，是我弟子不屑于娶你们大夏的公主。不愧是师尊，跟徒儿是一个脾气。还不快滚！别忘了将聘礼送回来，不然老夫可要亲自去讨要了。是。圣人，今日之事，老夫替江家拜谢大恩。无妨，本座收了江望为弟子，江家的事便与本座有关。只是你说的本座驱动灵宝不准确。圣人师尊就是有话直说，属于弟子的功劳是一点不沾。小家伙，你待师尊为你取来倾全江家之力的资源。您真是我亲师尊啊！您是说，你等下去吧，老夫和圣人有话要说。敢问圣人，那小家伙是何等体质？为何在娘胎里就能操纵灵宝？那小家伙乃是荒古圣体，竟然是传说中的荒古圣体。他能在腹中操控灵宝，本座也不知为何。荒古圣体上次出现已是数十万年前，小家伙还在修炼，真不知出世那天会何等强横。好了，真是天佑我江族。只是荒古圣体修炼所需资源甚巨，在他拜入造化仙宫前，基础一点不能落下。好徒儿，为师为了你可是拉下脸了。多谢圣人提点，江族定举全族之力，为江望打好基础。我大侄子太厉害了，江族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呀！就让那太古洛族后悔去吧。这个世界果然实力为尊啊！师尊只是略微出手，却已是他们的极限了。我以后要加倍努力，赢在娘胎里。见过老祖。这荒古圣体强硬无比，需要的资源也是海量的。从今日起，我的全部资源都让给他。岂不就是举全族之力培养望儿？这绝对不行！我已决定，无需多言了。还有这妙前辈赠予的资源，也一并收下。漂亮师尊太靠谱了！我替望儿多谢老祖和圣人。连续修炼1个月，震惊老祖，奖励至尊天骨。这至尊骨，我势在必得。潜心修炼，震惊老祖，
任务倒计时30天。至尊骨可是只有骨之大能出生时才能孕育，而且都会附带一门可遇而不可求、最为契合拥有者的先天神通。凭借族中资源和吞天魔功，足够达到化神境，一个没出生的化神大圆满，足够让老祖震惊了。好，开始修炼。心焦气躁，修炼也是白修，不如去看看老夫的孙子。这小家伙可是我江家的麒麟儿，万不能有分毫闪失啊！老夫把资源全给了这小子，除了盯着他，老夫也没事干了。让老夫瞧瞧，化神大圆满，这才1个月呀！化神境大圆满已成3日，今日可以试着突破了。尊者境是区分天才和天骄之间的真正门槛，不知道能不能突破。恭喜宿主，老祖发现您的化神大圆满修为，震惊老祖任务完成。老祖，你也太容易震惊了吧？这就是至尊骨吧？仅仅是气息，就让我的瓶颈开始松动了。系统将自动为您融合至尊骨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让您更惊讶些吧。融合至尊骨的同时，借用至尊骨的力量突破尊者境。是紫色的能量，至尊骨也明白我的心意吗？好。这小子居然要突破尊者境了，若无积累，即便是荒古圣体，贸然突破也是会伤了根基的。等等，这小子体内居然还有一股气息。没想到借至尊骨突破竟然如此轻易。至尊骨给我的神通，居然和时间相关，是因为我太着急了吗？也好，我可不想那种景象真的成真。按照我的修炼速度，尊者境已经是极限了。现在，时间流速减慢，有了更多的时间，我就有希望在出生前冲击先天真仙。这气息中居然沾染了几分时间法则，这小子还未出生，老夫就已经看不透了。真是天佑我江家呀！怎么样？已经3个时辰了，加油啊，子欣！恭喜宿主达成先天真仙境。刚刚感受到真仙境界的气息，我等本想来贺喜，但普通的真仙境怎会有如此的天地异象？难道说这是那个被大夏神朝退婚的孩子出生的异象？他不是先天不足吗？你少说2句！那孩子气味不凡，在内中就被造化仙宫献为修为弟子。大夏人皇听到手下擅自悔婚的消息，都快气死了。这是大夏人皇，也难怪这位都来了。这孩子的动静也太大了，这竟是苦海金莲。等等，还没完！寻常人家出现一个异象，就是天骄出世的象征了，居然还有锦绣河山图。又来，星辰耀青天。江家这个妖孽到底有多少异象啊？阴阳生死图，这已经是千年未见的异象了。阴阳生死图，够！天王领九天，5大异象齐聚。我孙江王有大帝之资啊！先天境的荒古圣体，此子为何不是降生在我大夏神朝？要不要重新提起联姻一事？不想，堂堂大夏神朝做出这种事，还有何颜面见人？孩子，你真是我的骄傲。江家出了这么个小娃娃，那落族肠子不都悔青了？已经得罪了这种天骄，便只有将他扼杀在摇篮中了。
仙王巅峰后，即便有时间流速加成，寻常修炼的效率还是太慢了。少爷，您要修炼了3天3夜，快歇息吧。是啊，少爷，来吃口鲜果。而且江家人有些太热情了啊！老祖，真是长江后浪追前浪啊！5岁有余便是仙王巅峰了，过不了几年，我这老头子都不是你的对手喽。老祖说笑，小子已有月余，未有寸进。寻找一处秘境，获得机缘，就能获得灵力灌体。大夏神朝和洛族联手发布了追杀令，我根本没法外出寻找秘境。江族内部也有隐患。那一日，我在修炼，却感受到了一股极为阴毒的气息。我寻根渊源，来到后山。这里一定有个不得了的邪祟存在，现在的我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镇邪法阵，看来是被家族有意镇压在此的。不过，这等阵法竟然也出现了破损的迹象。现在内有邪祟，外有追杀，必须外出寻找秘境，才能快速提升实力。老祖，小子在后山感受到，你也感受到了，不要担心。正常来说，那邪祟破不开封印的。可是，报！我族东南方浮现圣人秘境，大夏神朝和洛族已经联手将其控制。什么？立刻召开族会！素儿已突破到仙王境，我也要参加。好吧。今天家族会议先讨论一下我孙儿的事情。诸位长老、叔伯，数月之前我便入了仙王巅峰，却被一层桎梏阻碍了晋升，所以我想去外面闯荡一番。诸位请看。而这才几年，望儿已经登临仙王巅峰了呀！有追杀令的存在，让望儿出族也太冒险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洛族点名让他去，显然是陷阱啊！我看不如这样，立新，你去求购一颗仙魄丹吧，省得让望儿冒险了。啊，老祖所言极是，不过一颗仙魄丹，给望儿再合适不过了。一颗仙魄丹可抵一位长老3年供奉，江族说给就给了，看来太受重视也不全是好处。诸位，请听小辈一言。不经历风雨，如何成长？小辈如今是仙王巅峰，却没经历过生死搏杀，面对外族天骄，已是落后。更何况，小辈身负圣人师尊留下的乾坤琉璃罩，寻常仙帝也留不下小辈。恳请诸位允许小辈外出历练。其实他们5岁的时候也没什么生死历练。现在望儿的修为已经强了许多，我认为他有自己选择的权利。望儿，老头子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次洛族和大夏神朝的天骄都入了秘境，他们还为你设下了陷阱。一旦暴露身份，定然有仙帝强者出手。区区仙帝又有何惧？都听见了吧？这才是我江家男儿。去吧，自己注意安全。多谢老祖，我去呢。望儿一定要平安回来。这就是秘境入口了，还真热闹。大哥，请问此处是圣人秘境吗？哪儿来的？等等，他的衣服料子，不会是哪个世家小娃娃？不错，这就是新出世的圣人秘境。你是哪家哪宗的娃娃呀？不过一个荒野宗门罢了。但是为什么
这些宗派都要带个孩童呢？此处秘境被强横势力垄断了，只让18岁以下的孩童进入其中，美其名曰是为了锻炼，像我们这种散修根本不让进。洛族和大夏神朝来的人会是谁呢？不得了不得！大夏神朝夏梦倩，如今竟这般美丽了，谁说不是呢？好像谪仙啊！这批年轻人实力都不如您，此次秘境的机缘，定是公主您的了。莫小瞧了天下英才，那洛族少主传闻出生之日有异象显现，已被洛族当作手心宝全力培养，更不要说那江嘉灵儿引发了5次天地异象，成了我父亲的心魔。所以莫要小瞧任何人。我表妹的事情你们还没吸取到教训吗？失去了那江家麒麟子，对我大夏神朝来说是多大的损失。都怪吴起那厮。罢了，2位将军虽然与吴起有旧，但终究是我这一脉的鼎立，只要吸取教训便好。是。他也是大夏神朝的人，真好看呢。看上去也不似那悔婚的泼皮一般傲气。这把排场，难道是洛族？洛家？哼，我怕你们不来呢。长公主，老身携来的洛洞便是洛家本次秘境的人选。长公主百闻不如一见，幸会。啊，原来是万秋前辈啊！既然已经到了，便我神朝之人一起出手，开启这秘境吧。秘境开启，各族小辈速速入场。洛族，也该为当年的事情付点利息了。不知道你们倾力培养出来的天骄，能在我手上撑过几招？啊，这孩子的眉眼，哼，竟然和那个女人有些相似。难道是那个声名鹊起呢？还真是他，居然真敢来！立刻通知族中，他既然敢来，便不用走了。咬都咬了，那就别想走了。有意思，这秘境之中的灵兽，竟然也是灵力幻化出来的。可惜呀，对我没有作用，还得是系统奖励更值得期待啊。外边还有洛族虎视眈眈，大夏神朝的人说不好也藏在哪里，必须抓紧机会突破修为。若有埋伏，现在的修为远远不够。恭喜宿主，任务完成。奖励检测到圣人级秘境，奖励100年苦修灵力灌体。来吧，看看100年苦修能给我带来多大的修为。那是什么？走走走，快去看看！难不成是什么天才地宝出世了？不对，这是雷劫9重雷劫合而为一，天地异象。倩儿，一同前去如何？如此阵仗，8成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出世了。原来是洛公子，这雷劫层次难料，还是不要这么早下定论为好。倩儿姑娘甚是谨慎，不如先共同到达那边，再做决定如何？那倩儿在此多谢洛公子了。夏梦倩，真是个可人，你一定是我的。来吧，让我看看这宫阙殿的雷劫有几分实力。哼！就这点能耐，还有更猛的吗？吞天魔功！哼，这雷劫竟能凝练化形，来得好！江家剑诀，剑芒耀九霄，斩！究竟是什么东西出世，引来如此恐怖的天雷？等等，我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天才地宝。你们看那天上，那像不像一个人影？在这限制古灵的历练秘境中，居然能有先帝渡劫，18岁之前的先帝，这家伙居然在这种天劫下安然无恙，若不除去，日后必成大患。今日若有机会，必要试试将他斩杀在这雷霆之下。我去，不得了了，我撤了！再这么下去，
秘境都要被弄碎了，快离开这里！倩儿莫怕，多谢。人呢？不会是渡劫失败，生死道消了吧？倩儿，不如和我一同组队吧。这渡劫之人状况不明，但实力一定强横，说不清是敌是友。我们共同联手，也能有个照应。不了，我已经和一些朋友组成了一队。洛公子，你实力强横，和我们在一起得不偿失。没有人可以拒绝我。夏梦倩是我的。啊，这是谁家的小孩？长得真好看。江家剑技太容易暴露身份，看来是时候找一些强大的武技神通了。嘿，这女人实力不强，似乎是那大夏神朝之人，但应该没有发现我的身份。我就这么吓人吗，小弟弟？姐姐长得太美了，没见过这么好看的。你才这么大就敢来这秘境，胆子真大。看来他没认出我的身份，不如我将计就计。家族中落，只出了我这么一个能修出灵气，资源又不足，只得来秘境拼拼运气。那小朋友，你愿不愿意跟着姐姐一起？你一个人在这里也怪不安全的。出去以后，我可以帮你回大夏朝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姐姐你是大夏神朝的人啊，好厉害！小子，居然敢坏我的事，找死！哇，小弟弟，你才5岁，肉体就这么强大，你不会是北海秦龙殿的人吧？这我还是收力了，不然余波就能把你震伤。不过这落族的家伙跟了一路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去，夏梦倩，本公子就是为了你来这秘境，你绝对逃不掉。这困仙珠内蕴含着仙帝禁锢之力，你逃不出我的掌心。这玩意儿有仙帝级，不知道对我这个仙帝九重有没有作用？夏梦倩，你和你的九阴灵韵体都是我的。九阴灵韵体，那是什么？我升起来了，过来吧。夏姐姐，我有点怕，能和你睡一起吗？你这手撕灵兽的小家伙，怕什么？我真的怕呀，姐姐。再说你这么好，谁不想离你近一些？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那是当然了。姐姐，你有没有道侣啊？没有哦。怎么可能？夏姐姐这么好看，又是大夏神朝的长公主，怎么可能没有人追求姐姐呢？身旁的男人倒是不少，但都是带有目的来的。什么目的啊？你知道九阴灵韵体吗？九阴灵韵体对双修之人注意良多，世上诸多邪宗专门在天地各处收集这种体质的女子来当做炉鼎。我明白了，姐姐，那些坏家伙都是想要你的九阴灵韵体。你放心，要是那些坏人敢来，我就把他们都打跑。好，信你个小鬼，早些休息吧，你年纪小，少不得睡眠。好。那家伙竟然还在附近，还是早些把罗栋这个畜生清掉，早日安生。夏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小家伙，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自己出来找呢？真不知道你是谁家的，脾气这么执拗。对不起嘛，姐姐。竟然敢在我面前和夏梦倩卿卿我我，好小子！既然自己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小崽子，等你好久了。陆公子，你这是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，马上你就知道。困仙珠，去！现在对我用这般手段，你大胆！洛洞，今日之事我大夏不会善罢甘休。
若是洛族不想和我大夏宣战，便抓紧将我二人放开。哼，请便。你别后悔。什么？我朝的救援印竟能失效？别白费力气了，这困仙珠可是万秋老祖亲自炼制，他对空间之道感悟深厚，岂是你们这些只知打杀的战将可比？仙帝层次以下灵力运作都会被困仙珠封印，你还是老老实实跟我走吧。还有你，该死的小子，你就是5年前我洛族的那个弃子吧？啊！哼！第一，别把我和你们狗屁洛族扯上关系。我姓姜，我叫姜望。第二，你难道以为你赢定了？死到临头还在嘴硬，不用这么着急寻死，你的命我自会替洛族取走。洛洞，你这个无耻畜生！小弟弟，一会儿这东西会先失效，然后我尽全力出手缠住他，你出去找人。好好休息吧，我有更简单的办法。什么？小弟弟你？什么？你怎么还能动用灵气？困仙珠，出来！没想到你的底牌就是个破珠子，真让我失望。什么？我不喜欢你低头和我说话，再换个姿势吧。我的灵力消散了！啊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有这般实力？我这洛族弃子的实力，你可还满意？别杀我！求求你，我绝对不会将今天的事情说出去的。说出去？你觉得我怕被你们洛族知道吗？告诉你，我姜望成年之前一定会亲自拜访一趟你们洛族。至于现在，就先从你身上收取点利息吧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姜望不是什么嗜杀之人，我娘从小告诉我，为人要仁慈。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现在快跑吧！3炷香内找你家老祖帮你取出来，便可活命。姜望，你若是就这般放他离去，恐怕会给你和姜家招致祸端。放心吧，姐姐，那小贼跑不掉的。姜望，你给我等着！等我回族，必要踏平你们姜家，让你姜家血流成河！我要亲自将你浑身的骨头打得粉碎！3、2、1，骗你的！其实我很少听我妈的话，而且就算她跑得再快，还是会被炸成飞灰。你居然是那姜家神子！父王一直后悔与他退婚，也许这次是个机会。这是刚才爆炸发生的地点。什么神子？不过是出生的时候境界高了点，动静闹得大了点而已。那你实话告诉我，是不是也是你这小子弄出来的那漫天雷霆，扰得整个秘境都不得安宁？哇，我也没想到，简简单单渡一次仙帝巅峰境的雷劫，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芷恨，天妒英才啊！眉清目秀，气质非凡，就仿佛是真的仙人下凡。不知这小家伙日后长大会成为何等人物，我与他相配，倒是我高攀。你在想什么，夏梦倩？夏姐姐，你会生气吗？怎么了？你那时来找我，其实我本可以让你回去，但是后来我觉得有你在才会更好的刺激那洛族，所以才拿你做了诱饵。放心吧，我可没那么小气，不仅没生气，我还要谢谢你帮我解决一个隐患呢。那就好。传闻姜家麒麟子可能为古之大帝转世，如今看来还真不是空穴来风。不说那妖孽一般的天赋，就光是这份心计和城府，年轻一辈中又有几个呢？姐姐真好看，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好的福气，以后能娶到夏姐姐。这么小就知道这些阿杂事情，讨打！我还要和你说正经事呢。你对洛族缺乏了解，今日你杀的那洛洞，可也是洛族的嫡系，
洛族极其看重血脉，他死在这秘境之中，那洛万秋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更何况，我大夏神朝和洛族早就在外面安排了针对你的伏击。他不甘心能怎么样？大不了我出去一掌给他也拍死。就算你手段通天，能一巴掌拍死那洛万秋，可你想过没有？洛万秋身死的下一刻，洛族的真正力量便会降临，那个时候你又当如何呢？洛族虽不是什么荒古世家，但也有数位圣人境以上的强者，更别说还有闭关的老怪物。这是我父皇赐予的灵宝，可以帮助你隐藏气息，即便是洛万秋也无法察觉。不必多说了，你不仅帮我解决了漏洞那隐患，而且我大夏神朝其实未必要成为你的敌人。夏姐姐，你我交好是十分纯粹的个人私交，对于大夏神朝，我姜望没有任何好感。我丑话说在前面，若是遇到了那个吴奇，我定要他为辱我母，欺我族，付出代价。若是我们交出吴奇呢？交出吴奇，你能做主吗？父皇是受人蛊惑才起了悔婚的念头，如果能缓和你与大夏的关系，他当然愿意将吴奇交给你处置。我也愿意将这个玉佩给你。夏姐姐，你亲眼看到了我的先帝巅峰境界，才会觉得我有让人皇交出吴奇的价值。在他们眼中，我只是个也许有天赋的洛族弃子而已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是不是不想收我的玉佩？你是大夏的长公主，你的一言一行都被无数人盯着，我不想让他们认为你的选择是错的，借机嘲笑你、攻击你。我所经历过的，不想让我的朋友再经历一次。朋友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不能轻易接下玉佩，否则我自己都要看清我自己。我必须告诉世人，你的选择有多正确，才能名正言顺地接过这玉佩。小小年纪，油嘴滑舌，道理讲得一套一套的，可别光说不做。等着瞧吧，今日后姜望之名将传遍大夏神朝。师傅您在吗？平日里想不起，如今有了麻烦，才想起孤身一人的师傅。师傅小瞧徒弟了，徒弟只求师傅一件事。洛族小辈妄图伤我，已经伏诛，但徒儿还有一先帝四重境洛万秋想杀，只是他若身死，洛族圣人必至。还请师傅设下阵法，只需一炷香内，不让洛族圣人注意到这里，徒儿自有脱身之法。修道之人便要率性而为，这个忙为师帮了。如此一来，我只需全力出手了。诸位道友，请听我一言，我姜望即将扫清秘境，全力施为下，无法顾及诸位安危，请诸位在一刻内升空来我身后，勿谓言之不预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大夏之人，随我升空。您真信姜望的话？他不过是个5岁的孩子，就算再怎么……怎么，你要质疑长公主的判断吗？那是大夏长公主，连神朝的人都去了，我们要不然……咱们也跟上。好不容易探索到现在，我可不想出事。姜望不是先天不足的洛族弃子吗？不过一个小杂种，还想教爷爷我做事。那大夏长公主也吓得飞了上去，如此胆怯，怎么能得正大道？本想给你们一场机缘，没想到你们却口出狂言，真是死不足惜。既然你们想正大道，那就来看看你如何在我的剑下得正大道吧。什？不！他真的做到了，这是何等威势！他真是个小孩吗？这就是他要给我父皇展示的力量啊！我怎么忘拿留影时记录下来了？如此一来，灵力就恢复完全了。感谢各位信我姜望，我姜望不是贪婪之人，这灵力便分给大家吧。多谢姜公子，这么大方，这可是整个秘境的异兽灵力。夏姐姐，给你晋升的灵力我早就留下来了。你不收我玉佩，还要我收你灵力？夏姐姐莫要心急，用好你手中的留影石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
现在不是秘境的启动时间。这空间裂隙得由仙帝境界才能打开，可秘境里怎会有仙帝？难道是洛东借助九阴运灵体突破了仙帝？真不愧是我洛族天将。什么？怎么是江家的小杂种先出来了？洛洞呢？准备好了吗？交给我吧。大夏神朝上下听令，全军后撤。什么？军后撤。长公主，是不是姜王挟持了你们？夏将军，请放心，我下令是为了保护你们。保护我们？胡闹！只有在洛族出手时，保下长公主了。全军听令，后撤！哼，畏首畏尾，小杂碎如此龌龊，你以为挟持了公主就能保你平安？洛洞呢？不愧是洛族，开口就是我想不出的肮脏手段。你们主动邀请，我怎能不来？狂妄！洛族听令，对付个5岁孩童，不需要他们大夏神朝杀！洛族欺人太甚，想杀这小子，至少要将其他人放走吧。我操！死！救命啊！快回去！别幻想了，小子，大夏的2个将军加起来也不是老身的对手。说出洛洞在哪儿，我留你一具全尸。哦，原来这个废物就是你们洛族天骄洛洞啊！这袋子上说不定还有点他的残渣，快去捡吧！杂碎已经干，所有人一起上，把他挫骨扬灰！这一炷香就是你们能苟活在世的最后时间。去死吧！师傅，就是现在！阴影锁灵阵。这什么阵法？居然有圣人威压！洛族的虫豸们，死吧！吞天魔功，起！啥？这是什么？哇！救命！我的灵力！长老，您快住手吧，我们的人要坚持不住了。这法术，这威势，这小子居然已是仙帝巅峰！这不可能！必须把这个消息传给老祖，趁早灭杀他！我还以为你起码会过上几招再逃。仙帝巅峰，怎么可能？修炼数百年也才仙帝4重，他凭什么？洛前辈，您这么匆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快，小子休要嚣张！嚣张？小子不才，远不及你刚才的半分气势。算了，念在你一把年纪，给你个痛快！江家剑诀，剑芒耀九霄。这是仙帝巅峰境界，若不是长公主让我们撤退，我们居然活下来了。这就是仙帝威能！原来秘境中突破天劫的，竟是那个小孩。这就是那洛族弃子姜望，5岁的仙帝巅峰。洛族误我，洛族误我呀！前辈，姜望刚刚忙于诛灭乳母凶徒，有失礼数，在此向诸位赔礼。姜公子快快请起。久闻姜公子天赋异禀，今日一见果真如此。请问让我家长公主用灵石记录是要做什么？自然是和人皇聊一聊婚约之事。夏姐姐，还能把之前的玉佩给我吗？现在？大夏老登，你女儿的玉佩我就收下了，就当做是我们重订婚约的信物。只是希望我下聘之日，您能将退婚之事的一切有关人员绑在您殿外，全当是还礼了。说什么聘礼彩礼的？你才几岁？我知道错了，夏姐姐，请2位将军护送长公主回神朝吧。是。你听好，这玉佩注入灵力就能生效，3时辰内可以掩盖你的一切气息，一定要算好时间。还算不错，不过这一炷香的功夫已经快到了。师傅放心，徒儿已有了万全之策。那夏姐姐，姜望在此辞别，下次再见应该就是仙宫大比了。你先躲过这一劫就好，快走吧。我们也得尽快赶回大夏，洛族那些人可能很快就会到。原来是洛家老祖。原来是洛家老祖。我朝与洛族世代交好，
前辈今日为何无故袭击我大夏神州？夏梦千，毕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连洛洞和罗晚秋的魂灯都被熄灭了。洛家老祖好不客气，别忘了，我身为长公主，没有义务向洛族解释。别和老夫摆谱，告诉我凶手是谁！洛前辈，莫有于愿。再进一步，视同与我大夏宣战。洛贪空竟然还敢逞凶，你担得起洛族和我大夏开战的责任吗？夏梦千，我再问最后一遍，我族修士遭遇了什么？我族长老被人所杀，是何人所为？洛族如今可真是威风，居然欺负到我大夏的头上！你们恃强凌弱，有眼无珠，现在还敢如此张狂！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今日之事我清楚是何人所为，但你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一个字。你若不说，恐怕我今天只能动手自己来问了。你以为我会畏惧于你？二位将军，一起助我请大夏帝章出世。是。陆王居然允许夏梦千使用大夏帝章，这龙气为阳，是大夏龙脉之力，我一人该如何与整个大夏神朝的气运抗衡？洛贪空，我大夏皇族从不屈于敌手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离开此地。若是继续阻拦，今日我拼上神魂受损，也会取你首级。此事绝对不会作罢。今日之耻，我洛族记下了。长公主，强行驱动大夏帝章，对您负担太重了，请立即回去休息。没事，没有真正激发龙脉之力，不会损伤神魂的。我只是灵力亏空，稍作休息就好。这洛族真是越来越过分了，真把自己当成荒古仙域的霸主了。不过洛族损失如此惨重，恐怕真的不会善罢甘休。待父皇看过留影时，他定会做出决定的。老夫让你去探查秘境凶手之事，可有确切消息了？老祖，秘境外战场破坏严重，除了可确定出手之人是先帝巅峰境界外，没有更多有用的消息。但是什么？回圣人，属下5年前探查仙域东部时，在江家地界有一神子诞生，苦海生金莲，山河设计图，甚至连仙王临九天这等异象都曾显现。什么？仙王临九天？可是荒古圣体降世才可能引发的异象，你确定这不是谣传？属下不敢，属下已经确认过此事为真。那江家神子不仅是荒古圣体，而且诞生即是先天真仙修为。什么？那被我亲口逐出洛族的孩子，此子若生在洛族，洛族何愁不兴吧？该死，到底还有多少坏消息？随我来，这事必须问洛战天这小子的罪。洛战天，赶紧滚出来见我！洛族将士刚遭牧民之灾，老祖怎么又动这么大火气？老祖，您怎么来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你知不知道，你与那江家女的孩子是荒古圣体？当初你将他逐出洛族，让我洛族白白损耗了一颗未来新星。这不可能！晚辈亲自督查，江慈心腹中子毫无灵力波动，根基受损。此生甚至无缘化神，怎么可能是荒古圣体？老祖就在面前，你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？可知道胡言乱语是什么下场？少族长饶命，我万万不敢妄言啊！这消息在仙域东部传得沸沸扬扬，属下在多地确认才讲出口啊！战天莫急，我族此事不会乱传消息的，且听我一言。莫云见过老祖。莫云丫头，那你讲讲你是怎么想的？江家之子出生已是5年前的事，探听到的消息口口相传，实在难保真假，极有可能是江族为了保住被我族驱逐的颜面，故意编排的谎言。此事重大，说是谎言倒也罢了，但就怕万一。江族示威，以我洛族之势，传江慈姓母子回族，允许他们认祖归宗，便足以让他们感激涕零了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查清那孩子的造化。即便江族不从，我们也无需烦恼。毕竟，如今我儿洛星已有大帝之资，洛族兴旺之路不愁。不错，洛星降生的异象也是声势浩大，星儿的体质同样不凡。烦心事太多，老夫的心也乱了，居然把咱们的星儿忘了。来，莫云丫头，快把洛星唤来，让老祖看看。
洛星见过老祖，父亲母亲日安。不骄不躁，谦逊有礼。这星辰血脉已越发凝聚，不愧是我族新秀。星儿日后必能登上武道顶峰。星儿如今的修为突飞猛进，下个月的仙宫大比，我会亲自陪他参加，请老祖放心。好，好，好，有洛星这样的传人，我洛族才能步步攀升啊！但你们两个别忘了江家的事，定要确认清楚。恭送老祖。星儿，你先回去修炼吧。修炼之事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万不可懈怠。爹娘还有些要事商量。好的，母亲。父亲再见。哼，你居然还想着江慈溪？这一听说那弃子天赋卓越，立马就动心了，是不是？想要把他们接回来啊？哎呀，夫人莫怪，他毕竟也是我洛族的血脉，说是当真天资卓越，体质不凡，用一点小恩小惠拉拢回来，对洛族来说也是好事儿。我就不信了，他能比咱们星儿厉害不成？当初不仅药神谷的医生说过，我也亲自探查过，就是根骨受损，如何会？罢了，人姐去安排吧。一路有惊无险，终于到家了。我要赶紧去和父亲汇报那臭小子的事情。恭迎长公主回朝。诸位将士辛苦，神州这边有劳你们接手了。是。二位将军，我先去面见父皇，禀明今日之事，还请二位不要声张，待父皇定夺。是，请长公主放心。参见父皇，女儿已从秘境返回，收获颇丰，不辱大夏之名。倩儿，你启用了大夏帝章，如今又匆匆赶回神朝，遇到什么危险了？让父皇看看。父皇放心，倩儿可好了。您看，衣裳都没污了一点儿。父皇看得出你灵力亏空，况且能让你使用大夏帝章，必是遇到危及性命的大事。告诉父皇事情经过。父皇明察，是那洛族洛洞对我使用困仙珠，欲对女儿行不轨之事。所幸有朋友相助，未让他得逞。那洛族居然还不死心，甚至出动圣人，在返程时截停我朝神州。什么？洛族竟然如此放肆！陛下，何故如此发怒？陛下消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洛族欺人太甚，竟敢对我朝公主出手，简直没把朕和大夏神朝放在眼里。来人，你旨，朕定要洛族给个交代。陛下，父皇不可！陛下，万万不可冲动。洛族底蕴深厚，传承许久，一旦开战，即使是我大夏神朝，也很难须发无损啊。洛族此番行径和宣战有什么区别？父皇息怒，一旦开战，整个荒古仙域都会陷入动荡。仙域内还有其他强族对我朝虎视眈眈，万不可冲动。女儿也不想见到生灵涂炭，还请父皇息怒。另外，这次秘境之行，女儿还有更大的收获，远比洛族的逾越之举重要，请父皇过目。更大的收获？倩儿真是长大了，即使遭遇这般危机，也能沉着冷静，还考虑着天下苍生。真是，我居然比自家姑娘还沉不住气，属实不该啊！即便如此，本皇也咽不下这口气。你我圣旨，向洛族问罪，让其交出那洛洞此事就作罢了，不然本皇定不会善罢甘休。陛下，洛族同我朝历代交好，何必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？依我看，不如陛下您直接让孟倩嫁给洛洞，此举不仅巩固两方关系，也解决了孟倩的婚姻大事。毕竟孟倩已到了豆蔻之年，朝中上下为求娶长公主所起的风波已是不少了。小事，若是出个差错，倩儿就回不来了。你想让本皇将孟倩嫁给那个杂碎，绝对不行。妾身在意的也不是洛洞，只是那洛洞毕竟是洛族嫡系，以后必然会是洛族内的掌权者。如果华妃您看中的是洛洞的话，恐怕会让你失望了。什么？因为洛洞已被诛杀。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这洛洞是如何死的？他也算是洛族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，
怎么会死在秘境之中？姜王为了救我，杀了他。姜望是5年前姜家的神子，他自出生那日起便是先天真仙境，现在若是成就仙王境，确实能杀漏洞。他也是先帝巅峰。什么？孟倩，你可知道，那姜望按照时间推算，今年也才5岁。父皇，您若不信，自可查看孩儿给您的那块留影石。切，我可不信。不信？退婚之事，本就是你和吴奇擅作主张。本皇尚未治你假传圣意的罪，如今害得我大夏神朝失去如此璞玉，还当何罪？陛下，如画知错，还请您看在瑶儿年幼的份上，饶过如画一命。回去好好反省，没有本皇之令，不得出宫。是。倩儿，依你看，那小子值得父皇亲自去一趟江族赔礼道歉吗？父皇一向强势，竟然会对着自己问出这句话，看来真是看好那小子，都不用我开口了。父皇，您看了这个就知道了。我就来看看这小子的斤两。落族的虫豸们，死吧！吞天魔功，姜家剑诀，剑芒耀九霄。大夏老登，这小子，哎，父皇，您说这小子值得吗？姜家启面儿和倩儿本来确实是良配，只是这小子实在是太气人了。算了，5岁的先帝巅峰，本皇忍了。看倩儿的意思是十分中意这小子了。父皇，您说什么中意？女儿只是不愿大夏错过人才，仅此而已。女儿先走了。婚事、道歉，本皇都允。只是姜家这小子说本皇老登，什么意思啊？公主，娘娘来了。娘娘，娘亲，娘亲，您这是怎么啦？气鼓鼓的。我如何能不气？原本你订婚的小子成了天才，陛下竟然怪在我身上。明明是那落族犯蠢，把他们赶了出去。我不想你进了火坑，这才……放心吧，娘亲，管那家伙天赋如何，就冲他惹您生气，孩儿也会为您出气的。瑶儿也是先天灵体堕胎，和一位绝世大帝体质相同呢。瑶儿，你最近要抓紧修炼，下个月便是造化仙宫的大选了，你一定要加入造化仙宫，这样才算是跻身进天骄之列，不必和娘亲一样看人脸色。放心吧，娘亲，若是在仙宫大选上碰上那小子，我肯定要暴打他一顿，为娘亲解气。望儿，这次你已突破先帝巅峰，是时候告诉你一些事情了。上次那邪魔的封印就在此处了，之前你察觉到的邪气，便是因此处而起。这邪魔竟然已经恢复到如此地步了，这结界竟要挡不住了。我姜家世代守护此封印，这邪魔若是破封而出，姜家怕是有大难将至。看守结界的姜元、姜庄何在？见过老祖。这2名童子是我为了怕封印出现变故，刻意留守在此的。留守？我上次来此探查时，可没见过这2名童子。老祖小心！哦，老祖！还好望儿及时提醒，不然今日我这把老骨头可是有的说。这股姜家血脉气息，还是那么令人厌恶。本座破风而出，竟是碰到了还未完全成长的荒古圣体，真是走运。没想到后山封印的居然是他。他？望儿，你是姜家的未来，只要有你在，姜家就不会消失。这邪魔到底有多恐怖？老祖只是看到第一眼就直接做最坏打算。望儿，让仙鹤长老带着你娘离开，去造化仙宫寻求庇护。邪魔破风而出，
我江家二郎自当以身邪魔。你群老铁是妄想阻挡本座？你们江族不过是本座的血食罢了。本座迷川，没想到刚刚破风，就有一群上好的血食凑上门来。你们一起出手吧！剑值98000剑。血食而已，还妄图反抗？蠢！这迷川的招式为何如此熟悉？吞下你这荒古圣体，本座肯定能在圣人境中统击无敌。想吃我，那就看你的牙够不够硬了。先尝尝你们江家自己的飞剑吧。先不还我账！别担心，我有办法解决这个家伙。汪儿，你要做什么？放心吧，老祖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狂妄无知的小辈，你能有什么把戏？老东西看好了，这就是以荒古圣体驾驭至尊骨的真正威势。至尊骨上苍劫光！什么？荒古圣体和至尊骨？等等，有话好好说，我离开江家就是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！灭魔！我不想死人。这是来，这是刚才那邪魔的残念。这是天望做到的，那可是圣人境的魔头。他这才5岁啊，竟已有了圣人之姿。老祖，邪魔已经伏诛，现在能告诉我来历了吗？啊，解决了，好啊！那是数千年前曾震动整个仙域的魔宗天魔门。这天魔门老祖号称天魔圣，一身魔功出神入化。为了除魔，有许多修士和宗门共同对天魔门发动了战争。但那天魔圣竟能独占4大圣王，且立于不败之地。而后，天魔圣为了修炼魔功，在仙域4处收集天赋异禀的童男童女做素材，但他们的手伸得太长，残害了一个荒古世家的小公主。那荒古世家的老祖坐观而出，二话没说，直接复做了自家的极道帝兵。在这个大地不显的时代，极道帝兵就堪比大地化身。极道帝兵与老祖共同击败了那天魔圣，才是结束了天魔门为非作歹的时代。可是老祖，既然天魔门已经被覆灭，那这迷川是什么情况？那天魔门的功法特殊，自覆灭之后，大陆上仍偶尔会有天魔门重现的传闻，这邪魔应当也是他们的残党。唉，恐怕如今这天魔门还有高手潜藏，也许会对我们江家不利呀。是天魔宫的去死，在那个方向吗？的确是吞噬天魔法的波动，看来得去探查一下。诸位长辈，望儿先回去了，这缕残念我带回去，看能否挖掘出当年天魔门的秘辛。望儿，这天魔门之人手段怪异，你若要炼化此神念，务必小心。我会注意的。这神魂果然还有玄机，让我看看当年的秘辛吧。吞天魔功，吸，让我看看你们天魔门和我的吞天魔功到底有什么联系。可惜只是残念，只剩下这些记忆碎片可以解析了。这是迷川得到天魔功的过往。原来如此，这天魔门修行的居然是残破的吞天魔功，怪不得在效果上这么相似。而且天魔门的传承并不完整，怪不得要寻找天赋异禀的童男童女，原来是要吞噬其本源和血肉来提升上限。什么情况？苏老，
我们的护族大阵被那人一掌就击碎了，来者不善呐！这位前辈，您因何原因毁我大阵？可是我江族哪里得罪了您？找人，之前就在这里。敢问前辈，您要找谁？我们江家虽然不比大族大派，但还是能帮您出些力的。你要找的是迷川吧？请回吧，迷川已经死了。这汹涌的气血是荒古圣体啊！这方圆百里也就你一个实力尚可之人，迷川被你杀了。正是，迷川死了便死了，但东西交出来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吞噬天魔法。吞噬天魔法，这不是天魔门的传承吗？这人为何要来找迷川这残篇？这位前辈，我们并不知晓你所说的是什么。罢了，区区蝼蚁在这让我浪费口舌，还是杀了搜魂来的方便。望儿小心，这是圣王境的气息。老夫年轻时虚度光阴，没想到老了之后还有与这等强敌交手的机会。我早就休要成凶！好，可恶！真不愧是荒古圣体，那再试试灭天魔光。该死，和圣王的境界差距还是太大了，只能再用至尊骨拼命了。猖狂！一念花开，万法尽灭。师傅，绞杀！刘希，没想到在这能遇上你，多亏了我在徒儿身上留了神识。今日，本座便将你捉拿回宗。这小子竟是你妙花林的弟子，还真是阴魂不散。10年前你便奈何我不得，今日你又待怎样？10年前本座一时大意，放了你这邪魔歪道逃跑。今日我以圣王境在临，休想再逃。那你便来试试吧。冥顽不灵，挡住！哼！呀！这还仅仅是战斗余波啊！我真不敢想，那邪魔歪道被打成什么样了。没有人能在那种攻击中活下来，哪怕是圣人境。妙花林，你还真是有不小长进，不过还不够。什么？这都没死？妙花林，这就是你全部的力量，真是浪费我的时间。今日便让你看看我天魔门的底牌——吞噬天魔法，吞天！什么？这古怪法术竟能吸收我的灵气？这就是吞噬天魔法。如果跟吞天魔功一脉相承，我是不是能干涉？吞天魔功？什么东西在干扰我的法术？果然，这吞噬天魔法就是我吞天魔功的山寨吧？徒弟，你来干嘛？赶紧走，现在可不是你逞能的时候。放心吧，师傅，瞧好了，吞天魔功，起！什么？这个小孩怎么会吞天魔功？我的灵力被吸收了，好机会，绞杀！该死！怎么会如此？好机会！劈空了。可惜刘希使了遁术逃走，本座消耗太大，没能留下他。妙花林，还有江家那个小东西，此事我柳溪记住了。江望随时恭候。师尊，多谢您先前在秘境出手相助了。你是我徒儿，如何能让别人欺负了你？5岁的先帝巅峰，你成长的远比为师想象的优秀，有勇有谋，出手果断，护住你们江族之人，还在关键时刻压制住了那邪魔，怎可只用性命待？多谢妙圣人出手相助，今日若非有您，江族恐怕不复存在。那柳溪是魔门的圣人，一身魔功诡异无比，若非本座突破了圣王，而且如果没有焦望出手，我也不是他的对手。
妙圣人圣驾光临，本应以最高礼仪接待，但是我江家主殿已成废墟，只能在这儿设此薄宴，请圣人包涵。无妨，本座倒是觉得此处院落十分清静，不错。既然师尊喜欢，那这座院落就送给师尊了。江族以后就是师尊自己家。你这小脑袋可是真聪明啊！好事全让你占了是吧？本座本只是想看望下这小家伙，但是没想到他着实给了我一个惊喜。既然如此，本座打算直接带他回造化仙宫。妙圣人，此言当真？本座本打算等到这小家伙成年后再入造化仙宫，但是如今看来，不如早点跟在本座身边，用最好的资源早早培养。是新任务。300年后，你的祖爷爷临终之前拿出了最珍贵的宝物，这才让一名真仙勉强收下你当弟子。你被带回宗派参加宗门大比，可却连最低级的外门弟子淘汰赛都是没能入围。你的师尊对你很失望。任务：参加一次宗派大比，获得参赛资格，奖励极道地兵。正好师尊就在眼前，只要让师尊开口就行了。极道地兵可以用来守护江家。该死，江家竟然让我如此狼狈！江家圣体更是诡异，也会施展吞噬天魔法，还能完全压制住我。秘传道出的功法也做不到这一点。圣体，你身上的秘密太多了，相比起这次的受伤，我倒是觉得你更有意思。徒儿多谢师尊。虽然你已经是本座弟子，但造化仙宫的宗门大比仍要参加。你放心，无论最后结果如何，本座都是你的师尊。放心吧，师尊，我不仅要参加，且一定会在那宗门大比中为师尊赢得好成绩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发放奖励极道地兵，请宿主选择极道地兵召唤位置。这次去往造化仙宫，恐怕会有好久不能回家了。这些年来，江族为我付出太多，更何况还招惹了柳溪。临走前，让我给江家留一份大礼吧。来吧！这就是极道地兵，临近大地境界的威势，好强！主人，地兵听从您的指挥。我即将离开这江族一段时间，你能否在此期间保护好江家众人以及江族土地？地兵听令，必将竭尽全力守护江族。一定要听师傅的话，知道了吗？妙圣人是你，还有咱们江族的恩人。放心吧，娘，别哭了，孩儿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好小子，以后就是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了。外面不比家里，收敛些性子，别闯祸，知道吗？老祖你也放心，我能照顾好自己的。大外甥，在造化仙宫内好好表现，我家叶儿等着沾你的光啊！旺弟，我也肯定会努力的，在造化仙宫等我吧。各位长辈亲人，这些年来多谢照拂，小子永远是江族儿郎，诸位也永远是我江望的长辈亲人。再见。这次可真算离家了，不过有极道地兵保护，可算后顾无忧了。怎么了，小家伙？这还没飞出荒古仙域东部呢，便已经想家了吗？确实有些想家，但是一看到这么漂亮的师尊，便好多了。油嘴滑舌，该打！你家人可是将你托付给我了，以后我可要东真格教育你了，不可不思进取。谨遵师尊教诲，弟子一定不负所望。也别说为师对你苛刻，若是你能拿下此次仙宫大比的第1名，
为师便给你介绍一门亲事，恕所。婚约？谁啊？难道是哪个荒古世家的嫡系天之娇女？会像夏姐姐一样有趣吗？小小年纪想得到没？荒古世家的嫡女，陪嫁至少是几样极道地兵。你若是敢去任何一个荒古世家门前这么说，一定会被拍死。好像是有些妄想了。荒古世家出了名的护短，帮亲不帮理，才看不上我。好了，别瞎想了。婚姻之事，本座会亲自为你把关。我说的人是咱们造化宫的圣女。圣女？她有师尊漂亮吗？最少要有您一半好看吧？没有我可不要。就你会耍宝，赶紧下去吧。本座身份特殊，不便陪你，但是会派人去接应你。是。啊，你就是妙姐姐让我来接应的小孩吧？怎么又是个漂亮姐姐啊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沈灵儿，是灵妙峰的大师姐。见过灵儿姐姐。走，我带你参观参观我们造化仙宫。希望造化宫门下全是这样的漂亮姐姐。我们造化仙宫仙王仙帝遍地走，圣王不敢称最强。你第一次来，感觉如何？真好。但是咱们要去的灵妙峰是什么地方？灵妙峰是造化宫内最高的7峰之一，其他的分别是通天峰、剑云峰、擎天峰、擎龙峰、眼天峰以及焚天峰。每峰的峰主都是圣王实力。7峰之下还有12阁，阁主则也全是圣人境界。还有直接隶属于公主的各种机构，如刑罚殿、镇魔塔等。这些机构的主事也全是圣王境界的强者。看来世界要远比我想象的大呀。灵儿姐姐，仙宫大比在哪里报名啊？我想去看看。报什么名啊？你已经被妙姐姐预定了，明天走个过场就行。而且姐姐我早就把你名字递交上去了，放心。谢谢灵儿姐姐。可明日就要开赛了，我想提前去现场看看，求求灵儿姐姐了。好吧，那我就先陪你去看看。灵儿姐姐，这是何人啊？这便是咱们造化仙宫的公主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帅？还算说得过去。我承认公主有些小帅，但也仅限于我长大之前了。哟，小家伙对自己还真自信啊。那是当然。快看，是洛家那个天才少年。我回来了，爹。那个小孩眉眼跟你长得有些相似，你该不会是来找他的吧？是啊，我就是来找他的。我同父异母的好弟弟洛星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替我母亲报仇。怎么感觉人在盯着我？没有人，难道是我的错觉？还是他的实力在我之上？星儿，怎么了？可是见到了令你忌惮的对手？大夏神朝的小公主，幽隐洞天的隐公子，还有玄一道门的小天王实力都很不错。不过这些人我自有把握，只有一人，孩儿在等他出现。娘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放心吧，那什么乱七八糟的圣体，不过是江族用来挽回颜面的手段罢了，不足为惧。娘相信你一定能在仙宫大比中夺得魁首。孩儿定当尽全力为爹娘和洛族争光。只要星儿你能在仙宫大比之中夺得第1名，咱们洛族就会将全部资源倾泻于你，且还能动用一次是咱们洛族始祖昔日的人情，求这造化仙宫的公主苍玄收你为徒呢。你听到没有？那可是苍玄公主啊，人族下一代的最强者。你要是能成为她的弟子，这整片大陆都会任你畅游。就算是那些拥有极道地兵高高在上的荒古世家，也会忌惮你的背景。咱们洛族传承悠久，即便是始祖大人的下一代，到如今也经历了万年的岁月了。这苍玄圣人如今究竟到了什么境界？公主的实力谁也不知，她已近千年没有出手了，行踪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但是据说已经超越了圣王之上，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超越了圣王，那不就是大帝吗？
亦或是天地的存在，我一定要努力把握住这次的机会。父皇，父皇，怎么了，瑶儿？大赛在即，不好好观望对手，怎么跑到父皇这里来撒娇啊？父皇，他们那些人我都不放在眼里的。不愧是朕的女儿，但是切勿轻敌。你要知道，这是一个新时代，仅是东部就你这样先天道胎和那江家小子的荒古圣体，更别说那不知深浅的嫡子了。瑶儿知道了，不过瑶儿能求父皇一件事吗？什么事？能不能不要让母后禁足了呀？父皇，母后自己在宫中好无聊的，瑶儿都心疼啊。哎，好吧，朕答应你了。等此次仙宫大选结束后，便会解除你母后的禁足。谢谢父皇。夏梦倩，她也来了吗？看得这么认真，要不要姐姐陪你下去搭个讪啊？骆家小子看起来有些实力，至于夏梦瑶，还好当时退婚了，他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走吧。好，那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我趁你专心看美女时，特意给你收集的那些禁地信息啦。好家伙，原来这就是关系户的好处啊！这也太爽了。灵儿姐姐，这不是我师尊准备的吧？唉，给你就拿着呗。小家伙怎么话那么多啊？谢了灵儿姐，只是我还是想凭我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这次仙宫大比，而且这种层面的比赛还用不着事先了解分析对手。行啊，小家伙，看不出来，居然如此狂妄。并非狂妄，这是自信。这是苍玄宝镜，圣王至宝，听说是苍玄圣人的本命灵宝啊！不愧是造化仙宫，一上来就是拿出了这等层次的至宝。这苍玄宝镜不仅是其内自成空间，也可分为数万个独立空间。前期每人以苍玄宝镜自动分配的形式，1对1单独战斗。本座剑云峰执剑长老何龙负责主持仙宫前期大比。本座接下来宣读几项规则：其一，大比从今日到最后一轮都是采用1对1对战方式，期间拳脚无言。其二，两人对战，只要一方主动认输，便视为放弃，另一方获得胜利。其三，另一方一旦放弃，对方便不能再出手伤人，否则视为弃权。现在，本座宣布，天宫大比正式开始。最好是别让我第一局就见到你啊，我的好弟弟。喂，小孩儿，你多大了？这便是我首轮的对手，你自己认输吧，我着急出去。小子，毛还没长齐就这么狂，我替你爹娘教训教训你！嘿，封地拳！怎么？我的脑袋！说你在我面前装什么逼呢？认输不？认输，认输！这应该就是计算战绩的东西了。出去看看我那弟弟打得怎么样了。既然没有我那好弟弟的身影，看来他的速度比我还快。明天我得再快点了。夏梦瑶，看看我曾经的未婚妻实力如何？这位小妹妹，在下荒古星域西部叶家叶星云。叶家不认识哎。小姑娘，能否告知您的姓名呢？在下有心想要认识一番。大夏神朝，夏梦瑶，识相的快点让开！原来是大夏皇朝的小公主，未免太心急了些。真龙大张翼！我认输！这什么啊，猫阿狗，还想结交本公主？想不到我昔日的未婚妻也这么霸道。父皇，瑶儿赢啦！
不愧是本皇之女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传言说大天龙金刚猛霸道，不适合女子修炼，她竟能练到如此程度。长公主也同样迅速地解决了对手，真不知道有什么好骄傲的。就是，而且咱们长公主还没修行过大天龙经呢。若是将军慎言，妹妹体质特殊，适合修行大天龙经。若是我强行修炼这大天龙经，也未必会有什么好结果。看来夏姐姐在皇宫过得并不是太如意啊，回头得想个办法帮帮她。昨日已经淘汰了一半人，想来今日还会如同昨日一般，只是今日输掉了的，应当会化为外门弟子。经过昨日激烈的比赛，赛制依旧。不过我们七大峰主重新商选了此次仙宫大比的前3名强力。仙宫大比第3名不仅上品灵石无数，天才地宝无数，且额外奖励圣人至宝1件。哇，真的假的？竟然增加了圣人至宝，不愧是造化仙宫啊！第2名，珍品灵石2万枚，破圣丹1枚，圣王至宝1件。至宝，破圣丹，圣王强者耗费本源炼制而成的破圣丹，好大的手笔！第2名都有如此多的奖励，那第1名？第1名的奖励，绝品神元100块，真龙元髓1滴，不死神药1株，而且还将获得进入造化仙宫无上神殿第1层，随意挑选1卷功法神通。什么？那里可都是最顶级的神通啊！竟然随便选。哼，看来我真的要努力拼一下第1了。星儿，那神通固然宝贵，不过那真龙元髓才是你务必要得到的至宝。父亲，是因为您之前说过的咱们洛族内那传说中的龙隐秘境吗？你知道这真龙元髓为何能增强人的体质，充盈血气吗？孩儿不知。这真龙元髓是本源之髓，若要炼化，要将其放入骨中，以自身血液不断冲刷，不仅可以让你改换根骨，突破圣王无阻，还可以让你体内酝酿出一丝真龙血。而进入咱们龙隐秘藏的2个必要条件，第1个是必须有我洛族血脉，另一个便是必须身怀真龙血，二者缺一不可。战天，咱们洛族内居然真的存在那秘藏。不错，有很多事情你并不知晓，别说你，就算是一些洛族之人也同样不知。星儿，不要让我失望。好，爹你放心。时间到，今日的仙宫大比正式开始，走！这场可有好戏看。来吧，速战速决。你是相望？你认识我？我昨日看过你的比赛，你很厉害，我认输。什么？千山宗少主竟然认输了？识相。他到底有多强啊？这相望竟然能让千山宗少主当场认输。大家的战斗正是热火朝天的时候呢。看看我的好弟弟表现怎么样？自己认输吧，何必在此浪费时间呢？你小子，别太狂妄了！别人惧你落足落星，我可不怕你！誓言诀，分天！可热闹了啊！火德宗圣子秦岩哎，据说火德宗赤炎诀霸道异常，今天可真是能好好开眼了。我听说洛星昨天把太乙青木宗的圣子打得浑身是血，可吓人了。这洛星也真倒霉啊，一连2场都被他碰到了那些大他许多且成名许久的选手。九霄天雷镜，我这小老弟的实力还真不错。火德宗的倒霉孩子要栽跟头了。九霄天雷镜，认输吧，你不是对手。再来！冥顽不灵！嘿，玄火神雨！不自量力！少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！再来！九霄天雷镜，九霄神法，你！
自不量力的东西！这洛子的小子下手真黑呀！可不是嘛，小小年纪就出手如此毒辣，可怜的秦言了，这一下不死也得半残。好弟弟，小小年纪就如此毒辣。姜望，我家陛下有请。这就我一个叫姜望的，你是在和我说话吗？是，我家陛下要见你，请跟我走。我可没看出来是在请我过去，倒像是来抓我的。哎呦喂，子印将军，您对江小英雄这是什么态度？江小英雄莫怪，将军就这臭脾气。在下大夏神朝夏志锦，我们殿下十分欣赏您的风采，所以让咱家来请您去大殿叙叙旧。奇了怪了，这个世界也有太监，这才像句人话嘛。不过我着急回家，改日让你们老登来找我吧，拜拜。陛下，那姜望不识抬举，竟要您亲自去见他，不如让属下将其直接抓回来。罢了罢了，之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儿，他这反应也正常。朕就依他，改日亲自登门拜访。父皇，那姜望也太狂妄了，你何必迁就他？孩儿若是在竞技场中遇到他，肯定帮你教训。还收拾人家呢，别被打伤了才好。若是姜望那逆天的荒古圣体修行我朝大龙天经，定然能将其修行到极致。难道只有把倩儿嫁给姜望，才能名正言顺的把这大龙天经传给姜望吗？小家伙，看什么呢？灵儿姐，为何造化仙宫要给洛族和大夏神朝这么大的面子？他们的势力都不如造化仙宫啊！怎么说你也算洛族之人，居然连这点事都不知道。我自从出生后，出族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好不好？洛族在荒古时期也算是望族，初代始祖洛神便是名声显赫的大帝，不仅族内圣人圣王无数，更有极道帝兵的存在。后来洛神大帝陨落，洛族便开始愈发衰败，族内的极道帝兵也是下落不明，昔日地盘也被一步步蚕食。再说大夏神朝，虽然至今并未出现过大帝，但是其初代人皇在晚年时却是意外得到了一件残破的极道帝兵，收集天地至宝，最后以身祭兵，将那极道帝兵修复了。虽然和真正的极道帝兵还是有些差距，但依旧恐怖。而且神朝内也有一些沉睡的老怪物，让人摸不清实力。原来如此，唉，小弟弟，看来你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啊。早点休息，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吧。看来还是得努力呀，不然成年后去洛族可能会吃亏。仙宫大比第3日正式开始。又少了一半人，看来今日的对手会更加强劲了。出手吧！姜望，快看，那姜望又对上千耀宗的少主了，那可是百年一遇的奇才。我认输，姜望认输了。认输，别动手，我认输。我都有点无聊了。这姜望竟然3天未曾出手，就来到了第4轮，太离谱了。这家伙不是在作弊吧？还是真有实力啊？难道荒古圣体的威力是让人直接认输？洛星和姜望的战斗我都看了，都很猛啊。呀，你们不知道吧？那姜望和洛星可是亲哥俩。安静！今日剩余128人，我们要选出64人为7大峰的真传弟子，其余64人可以选择加入12阁，恭迎12阁主与7峰峰主。今日比赛依旧采取抽签方式，话不多说，战之！不知今天的对手会不会认输？看来是要动手了。小子姜望，小公主请多指教。如果要认输的话，还请趁早。认输？你以为我也像那些懦夫一样没种？放心，看在曾经你我退婚的份上，本公主会好好招待你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认输。少说大话，来吧！这便是荒古圣体吗？宛如海洋般波涛汹涌，
绵绵不绝的独特血气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本座倒是觉得那夏梦瑶略强一分，观其气息，应是修行了大真龙经。本座倒是不见得那个叫姜汪的小家伙会输，不过先说好，不管这小子是输是赢，本座都要了。您未免太看好他了。这夏梦瑶也并非凡体，可是先天灵体道胎。先天灵体道胎，本座记得昔日元始大帝也是这体质吧？没错，所以本座才认定这夏梦瑶先天灵体道胎并非一个，但元始大帝却只有一位，所以不能光凭体质断定一切。看来妙圣人对这小家伙十分看好，那便拭目以待吧。姜汪，你也太小气了些，不就是母妃？这什么话？要打便打！姜汪，你偷袭，你无耻！谁偷袭你了？结界都消失了，却还在磨叽个没完。谁有闲工夫和你在这玩？我不管，你就是偷袭了，我要求重赛。哼，造化仙宫是你家开的呗，懒得理你。怎么没有出现令牌？难道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规则之中并未说过出界算输，二人此次对战应当重来。出界都不算输啊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你如何定义界之一字呢？这竞技场中算界，但苍玄宝境亦算是界，就连整片大陆都算是一界。本座不想听你诡辩，若是通天封主想要论道，不妨改日。现在接引姜汪出来。本座说过，夏梦瑶未输，如何能接引姜汪？你非要颠倒是非吗？妙圣人想与本座切磋一二吗？别，二位这是做什么？有话好好说呀。能看到强强对决，本是幸事，何必弄得剑拔弩张的？恭迎公主！公主，没想到我此生竟然能见到苍玄公主。先别激动，只是一道神念而已。小家伙，规则之中确实并未说过，打出竞技场中便算获胜。你可愿重战一次？既然是公主，我也不好驳了她的面子。这个人情我姜汪给了，好吧。既然公主都愿现身，那小子也愿意重新比一次。好气魄，男儿当有此风度。既然如此，继续比武。恭送公主。小家伙，本座很高兴你能识得大体。强者之路本就满是荆棘，这些不公平乃是常态。感受到委屈，便用拳头让所有人都闭嘴。加油，本座很看好你，而且本座也想见识一下你的真正实力。这是密语传音，公主放心，小子明白。这次来吧，本公主都接着。夏梦瑶，我劝你可小心了，这次我可要认真了。这家伙的气势和刚才完全不同啊！这是荒古圣体的异象，五海重金莲，真是羡慕啊！天生自带这么多神通，怎么玩啊？哼，荒古圣体，好哥哥，还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呢。看来小公主要麻烦了。什么荒古圣体？给我灭了他！真龙撼天翼！本公主从小就是龙血里泡大的，比肉体我可不怕你。什么狗屁圣体，今天给你腿打断！瑶儿，人皇还请放心，若是情况不对，本座自然会出手。好家伙，真是好家伙！这姜汪小年纪辣手摧花呀！可不是吗？一点面子都不给啊！姜汪好帅啊，真想嫁给他，又帅又可爱，而且还这么强，这就是大地之姿吗？怎么样？这下子服不服？不服！你有本事放开我！我可是大夏公主，谁准你这样对我的？小心我让我父母揍你！这丫头也太骄纵了，现在若是不教训，日后必吃大亏。不如顺手也埋这老登一个人情。不服是吧？那我就替你父皇母妃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记住了，外面的人可不惯着你。他竟然打了大夏神朝公主的屁股！这小子，服不服？服不服？
佛！不能去打了，父王救我！大夏神朝向来霸道护短，我感觉这下子要有好戏看了。这不是当众打人家人皇的脸吗？父王，姜望欺负我。陛下，小公主怎能受如此欺辱？让我去替小公主报仇吧！混账小子！陛下，让我去教训他。闭嘴！让你修炼时偷懒，现在碰到强者傻眼了吧？想要报仇，就以后好好修炼，知道了吗？可恶的姜望，算你逃过一劫。通天，你看好的小公主也不行啊！这小子确实实力不错，只是对付女孩子粗鲁了些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般，自尊心太强了。死要面子活受罪，不过这小子我要了。只是你一厢情愿罢了，可没人答应你。哎，剑瞎子，你个练剑的要姜望有何用啊？江族的传承神通是剑诀，既然与剑有关，那拜入我门下又怎会误人子弟？好了，都别争了。临时决定，今年的规则更改，此次连我在内7位封主，皆是需要等到第1位角色而出后再挑选弟子。下面，宫廷公主神念降临。姜望，本座特许你在今日提前随意挑选1位封主，拜入其门下。至于会不会成为其关门弟子，便要看你的造化。好家伙，天大的面子啊！真是狠狠羡慕住了，这姜望也太厉害了。这姜望竟然能让苍玄公主亲自出面，未来可期啊！我可以自由挑选封主，这么好。不过我姜望已经有师傅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选。且慢！哈哈哈，小家伙，你这荒古圣体直接作用于肉身之上。若是你来我秦龙峰，我不仅传授你最强的炼体神通，还可以直接将我收藏的那一滴真龙元髓送给你。啊，圣王强者的招揽！唉，苍天不公啊！我家比江族还厉害一些呢，为何我不是荒古圣体啊？真龙元髓直接送吗？这出手也太阔绰了吧！姜望，你也可以选择来我通天峰。我知你觉得本座存心为难，但只要你拜入我通天峰，本座不仅收你为关门弟子，并且可以用奥莱子气为你灵力灌顶，助你直接突破圣人境，还可以送你一株昔日偶然死者的麒麟神药。麒麟神药，古麒麟族的传承神药啊！我的老天爷！听说通天大圣所修行的功法叫奥莱诀，灵力以特殊法门无限压缩凝练，才得到这浑厚无比的奥莱子气。没错，若是以奥莱子气灌顶，晋升圣人境，那根基可就算相当雄厚了。天大圣人不错，挨打立正。你这小家伙当真是好福气啊！罢了，本座还是让贤吧。你身上的这股气势十分适合我的剑道，他们能给你的我都能给，给不了我去找苍玄讨要。只要你拜入剑云峰，踏入圣人巅峰境，我这一峰之主的位置便是你的。哦，早有传闻黑衣剑圣与苍玄公主相识，想不到他们关系这么好。要是我绝对选择他了，妥妥的峰主之位啊！这哪是收徒啊，这是退位让贤啊！天哪，这待遇也太心动了！要是能同时拜师7位就好了。那么，姜望，你的选择是？我实力本就是圣王最末，突破也消耗了大量资源。之前收徒也是口头协议，实际上也没什么能给小家伙的。他会不会选择别人？苍玄公主，小子要选择灵妙峰妙圣人。啊，不是吧？这姜望怎么想的？我也弄不明白了，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拒绝黑衣剑圣啊。通天大圣也可呀，这姜望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据说这秦龙大圣一滴血便能压塌一座山峰啊！这姜望，我不喜绕弯子，我直白告诉你，无论是灵妙峰的资源，还是妙圣人自身的实力，都对你没有一丁点好处。诸位前辈，小子心思单纯，早年间妙圣人便是与小子和江族有恩，
小子还未出生时，母亲便已经替我认下了妙圣人，因此我选择拜妙圣人为师。有情有义，知恩图报。就算没有方古圣体，你日后的成就也绝对不会差。本座看好你，加油！可惜了。小家伙，跟师尊回灵妙峰吧。好。离谱！要是我肯定选黑衣剑圣啊！人家只是单纯的报恩罢了。这姜望是真的可以，得人恩果千年记啊！荒古圣体岂是能被这些外在因素所影响前程的？战天，不如我与你同去找那孩子，他身上同样流淌着洛族血脉，肯定会同意认祖归宗的。再说吧。荒古圣体又如何？被圣王看中又如何？我家星儿一样很强，我绝对不会让那小子活着回洛家给我儿添堵。来，都认识一下，从今往后，姜望便是我妙花陵唯一的关门弟子，拥有灵妙峰最高权限，资源随意调配。是。姜望，一会儿让灵儿师姐带你在这灵妙峰好好转转，之后的几场比赛也不必太过在意了，保护好自己即可。至于那些奖励，真龙元髓如今找不到了，至于不死神药，或许可以弄来一株。啊！峰主竟然想为这小子猎杀真龙！不死神药可是天价宝贝啊，出钱都没人卖的。峰主该不会为了这小子去抢药吧？不，还是自己努力吧。我的美女师傅可千万别做什么傻事儿啊！好吧，拿不到第一也没关系，为师我还是会想办法补偿你的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多谢师尊，师尊慢走。不愧是荒古圣体啊！光是看这身躯，便是能感受到充盈澎湃的血气。去，都给我们小家伙吓坏了。灵儿姐来的太及时了，再不来，感觉要被他们的目光解剖了。灵儿啊，我们不是好奇吗？我们这一把年纪，没想到竟能见到荒古圣体，这不得好好研究吗？我要带他去参观灵妙峰了，小家伙，我们走。好。这里就是我刚来这灵妙峰时最常来的地方，基本上除了我没什么人来这的。哇，我们灵妙峰虽然地方不大，但跟其他峰一样，也拥有练武场、传道殿这些地方。峰内没有灵力修为的仆役上千人，门外弟子800余人，各个职位长老300余人，各进教习100余人，而圣人境长老教习只有2人。如今你来了，我们峰又多了一大助力。今天你要早点回去修炼，明天的比赛继续加油。放心吧，灵儿姐，我一定会努力帮灵妙峰更上一层楼。反正我不管，我看好姜望。我承认姜望那荒古圣体确实强好，但我看那洛星也很强啊。确实，那洛星除了手段狠辣一些外，天赋和实力都属于上等。他与姜望互相斗争一番，也不一定孰强孰弱。分天，如今已是决赛将近，你觉得谁能夺得头彩？不好说。若是那姜望小子昨天选择的是通天峰、秦龙，亦或是剑云峰，我觉得他获胜几率大。其实这些日子，本座也是有注意到洛族那个小家伙，只是小年纪性格狠辣，若不加以正确引导，不免会误入歧途。倒是大夏神朝那夏梦瑶，天资聪颖，更是先天灵体道胎，只是运气未免太差，碰到了姜望。快看，洛星来了！这小子连赢了多少次，每次都是碾压，太厉害了！啊，姜望也来了。姜望到这一轮只出手了2次啊，他比这洛星还厉害啊！哼，又见面了，不知道今日会不会跟小老弟碰到一起？哼，我若是碰到你，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。你们剩下的64人都是整个荒古仙域的佼佼者，今日连续战斗4场，有1人轮空，直接抉择出前5名，你们可能接受？
请自大什么？开战吧！咦，场景变了，这里景色倒像是来了另一个世界。原来是江望小兄弟，在下混元道门周生。原来是小圣人周生，久仰大名。江兄莫要抬举，虽然我可能无法战胜你，但或许可以让你酣畅淋漓的战上一场。那就让我看看吧。来得好！我的力道被限了。太极弄云手！不行，这小子有古怪。周生兄弟，不是说让我酣畅淋漓战上一场吗？怎么竟使些阴柔手段？放心吧，江小兄弟，急什么？肯定会让你满意的。你浮屠手，强的气势，好强！这小圣人周生也并非浪得虚名啊。当然了，混元道门在荒古仙域南部可是十分强大的宗门呐。这周生的手掌修长，白皙不似常人，8成就是混元道门的绝学了吧？有古怪了，感觉我的灵力被压制了，莫非是铭文的作用？江小兄弟，我承认，荒古圣体肉体强横，血气无敌，但是蛮力对我是没用的。混元道门的传承神通，混元浮屠诀，是当初混元老祖静观西域佛国浮屠塔悟到的无上神通，以灵力你浮屠镇压世间一切。倒是让周兄费心了。不过你既然玩邪的，那你看看我这如何呢？天魔光春，马上要被锁定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就动不了了。浮屠塔阵练，一击决胜负了！那黑洞是什么东西？竟如此霸道！不知道，那浮屠塔就算是先帝强者，也够喝一壶，竟然被活生生给炼了。这小家伙身上的秘密还真多呀。那是什么神通？看其眼花行事，倒有些像天魔门的传承魔功。什么魔功？并非是那魔功，这神通与那魔功相比，少了几分魔性，多了几分神秘与古老。具体是什么，老夫也并不知晓。周兄可还好？还好，还是在下太过自信了。没想到江小兄弟就连灵力修为都是如此强横，在下心服口服。周兄可别怨我啊，灵力我可还你了。不敢不敢，多谢江小兄弟了。在下祝江兄弟夺魁。这苍玄宝镜可真是个好宝贝啊，就是不知道全力发动用于攻伐是什么样子。林妙风、江望在此讨教了。江望好厉害啊，已经进入第2轮了。你们快看，洛星打的也太狠了吧！哼，你们就像是讨厌的虫子，明知无法打败我，依然要浪费我的时间。少放屁了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一张嘴就让老子我气！天哪，这也太惨了！我看碰到洛星还是直接认输好了，要不然小命不保啊！我还是喜欢江望，拳拳相搏才有快感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哇，好漂亮！啊，这是谁啊？怎么从来没见过啊？我看这女子好像比妙圣人都要略胜一筹。这位姑娘，在下修家少族长修远，不知能否赏脸认识一下？在下荒古仙域穆家少主，可否请您吃个饭？吃我一拳！我弃权，承让了。好了，今日的比赛到此为止。下面我宣布今日的前5名：第1名林妙风，江族江望；第2名洛族洛星；第3名断神门李灵隐；第4名风铃宗云继尧；第5名万毒山的恶骨。你们5人今日回去好好休息，待到明日与后日，便要决策出此次大比的前3羽魁首。谨遵大圣法旨。怎么有种被人注视的感觉？好漂亮的女子，是她在看我吗？皱起来也好好看啊，下去打个招呼吧。
走了，好快的对数，真尴尬，赶快打个圆场。你们好啊！江望居然和咱们说话了，太亲民了，可爱小木。哇，江望！看了小生儿子系列，我家那小子要是有江望手指甲盖那么厉害，让我原地暴毙了我都愿意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辛苦你们了。这些零食拿着去吃顿好的吧，我走了。这江望还真会做人啊！是啊，虽然才5岁大，但无论是对对手还是粉丝，态度都不错。败给他的对手也都对他心服口服。这样一来，反观那洛星却是有些难以评价了。既然这么看好江望，那就等着明天看我把他踩在脚下。不算今天，便还有明日最后一日了，终于要结束了。快看，江望来了！哎，是江望，江望，江望，你最棒！江望，你最棒！洛星，干碎圣体，干碎他们！洛星最棒！喂，你们怕不是洛族找的托吧？放屁了，我还没说你们是江族找的托儿呢。得了吧，小小江族怎么能拿得出来这么多零食呢？那洛星下手狠辣无情，你们支持他也不是好人。强者之路实力为尊，功夫不当家被打败了，有什么脸指责别人呢？就是，洛星实力强横，且出身名门望族，以后成就不可限量。我们追随洛星有错吗？说的对啊，不像有些人连带着母亲被扫地出门了。不要脸！你们搞人身攻击是吧？不服就开盘，老娘压一件仙帝灵宝，就赌江望才是获胜者。开就开，我压5万零食赌洛星赢。安静！今日采取现场抽签的方式决定对战顺序，有1人轮空，等待明日的战斗。是。挑选吧。来吧！有人偷袭，原来是你，好哥哥，何必这么大火气？我看中了你这个，让给弟弟我吧。好弟弟，看来你的家教很失败，没教过你喜欢的东西要自己争取吗？好，那我就自己拿吧。小老弟，急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把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。拿到了，抱歉了，我的就是我的。给我等着！果然江望才是最厉害的。你们这些呆子，现在傻眼了吧？哼，得意什么？不就是稍稍占了上风吗？等着吧，要是一会儿真抽到了洛星，江望哭的资格都没有。等着吧，看我们家洛星会对上谁。既然轮空了，江望算你好运。好了，既然都抽完了，就开始吧。也好，乐得清闲。又是他。算了，还是不下去了。可别是要对我不利，提前来踩点的，我可不能折在美色上。还是安心看小老弟的比赛吧。洛心，我观看过你的比赛，不得不承认你很强，但是想让我直接认输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哼，那就别怪我辣手摧花了。快，疾风步！对，就这。只会跑的话，你可赢不了我的。我倒要看看你能逃到何处去。洛心，这是我能动用的最强底牌，你试试吧。大风惊，狂乱绞杀。太暴力了！没想到这云继瑶也这么猛啊！确实，另外2人的战斗虽然激烈，但是远不如洛星他们呀。云继瑶快要不行了，身体都有些颤抖了。我真是不理解你们这所谓的坚持到底有什么意义。烦人的虫子，不如我来帮你解脱。有玉牌抵挡，不然我恐怕……我最讨厌垃圾了。我去，这洛星是要把云继瑶杀了呀！这不让他进赛，也太过分了。都安静，比赛还没有结束。什么？奇怪，莫不是被我打成了灰？什么？没想到吧？好。
可恶，竟然偏了！真的没死？太厉害了，怎么做到的？就是啊，居然能在洛星贝的攻势下活下来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我对拼神通，而是以自身速度上的优势拼死一搏，对吗？没错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洛族九霄天雷经霸道异常，我没理由和你对拼神通，只可惜没能杀了我。作为让我受伤的奖励，送你去死吧！这是先帝境巅峰的气息吗？那洛星才5岁啊！太恐怖了，到底是怎么修炼的？哇！我击拳，崴了！这洛星虽然出手狠辣，但天赋却是上上之选。若是好好磨练一番，未免不是个大才。但是云继瑶这小家伙确实不错，有勇有谋。另尝一口吗？贺兄的毒功果然防不胜防，霸道异常，在下甘拜下风。承让，这是解药。多谢。你们表现的皆是不错，都回去好好休息，等待明日的决赛吧。是。明日就到了和他清算的时候，明日我一定要杀了他。明日之战，万万不可感情用事。那洛星并不简单，再加上他在洛族的地位，手中肯定有你我不曾知晓的底牌。放心吧，师尊，我不会逞强的。今晚为师还给你带来了这个。哇，这不是苍玄宝镜吗？师尊，你不会偷了宝镜要帮我作弊吧？瞎想什么呢？这并非苍玄宝镜本体，但也是咱们公主亲自炼制出来的圣王级至宝。明日便是决赛了，你疆族距离造化仙宫路途遥远，本座怕你思念家人，这才找公主借用了这镜子。这东西能连接到我家人？谢。孩儿，大比如何了？娘怎么见你瘦了？娘，老祖，你们放心，我超级厉害的，我可是拳打荒古世家少主，脚踢超级族派圣子了。净瞎说！师尊，他们不信，你快和他们说。星儿，明日便是决赛了，为父只问你，面对姜王，你有几成把握？7成。星儿，明日无论如何，为父不想看见你们2人发生生死之争。他天生荒古圣体，很是难遇，而且……父亲，你还想说，而且他还是我哥哥，对吗？没错，而且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动用那张底牌。我知道了，父亲。一个被驱逐出洛族的弃子罢，说什么血恩，我看不过是忘不了那疆族的贱妾吧。不过你既然那么在意那弃子，就让我来亲手灭杀他。恶谷，你如今已进入了前3，接下来的战斗你是怎么想的？尽力争取第一。论吉凶祸福的推测，正一道吉宗是世间第一，但趋吉避凶这个道理还是很容易明白的。老夫现在问你，何为吉，何为凶？您的意思是，争为凶，不争才是吉？是，他们2人之间的破烂事肯定会在今天弄出个结果。虽然规则上说这决赛是乱斗，但是依我看，不如就让他们2个尽情去打，莫要参入其中。去吧。我知晓了，老祖。时辰快到了，我去了。其他人已经到齐了，多说无益，3位各凭本事，战吧！终于要开始了。好弟弟，你又急，等我跟鄂兄说一声嘛。鄂兄，一会儿的大战可能相当激烈，不如你先看一会儿，等我解决了他之后，咱们2个再一决高下，如何？请便。终于要开战了吗？爽爽爽！这2位终于是碰到一起了。宿命之战吗？来，有本事继续赌局啊！来，放上面！娘的，
谁不压谁儿子？你就不怕风大闪了腰？你这哥哥还真是不尊重，不如就让我好好教训你。你也配？雷神甲，看起来也不过如此。强的力量！可恶！小老弟，你的龟壳碎了，认输吧。认输吧，小老弟。姜王太厉害了，一拳就给轰飞了。姜王强啊！傲视间，怕山巅，先有姜望，后有天。出生姜族也能修炼到这个地步，荒古圣体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那当然了，要不怎么能当你哥哥呢？咱们兄弟两人见面还没有好好叙叙旧，必要这样兵戎相见。我还没有问，这些年来你在姜族那等寒酸的小族过得还好吗？还好，我们姜族和贵族比起来的确寒酸，而且还很原始，族人都是一人一妻，明媒正娶。那也比扫地出门的废物强。今日就让你感受一下你无缘修行的落族绝学吧！九霄天雷经，雷神路。好哥哥，准备好受死了吗？落族的九霄天雷经果真霸道异常啊！不愧是落族圣子啊！真的太离谱了，洛星这一期，怕是圣人都不好接呀。快看，又是阴阳生死图，圣体异象，厉害呀！但是不是说荒古圣体有诸多异象吗？来了，快看！五海众金莲来了来了，五海众金莲！再次看还是那么耀眼。不对劲，你们看，还没完！锦绣河山，锦绣河山图！天哪，这姜望到底有多少种异象啊？别吵，你这看。够了！我爷爷吧，这就等不及了吗？这就等不及了吗？精彩，精彩啊！肉身不神通啊！姜望，你是加油，我们姐！没想到那小家伙出生姜族，还能修炼到这一步，实属不易。姜族是绝对培养不出这等天才的。这小家伙能有今日的成就，离不开自身的努力呀。你以为只有你天赋异禀，先天圣体吗？圣体而已，不过如此。星辰之力竟然是周天星辰圣体！是了，古往今来能引动星辰之力的神通或者功法很少，这不经过任何法诀和印诀就能直接吸收星辰之力的体质，就是周天星辰圣体了。居然是周天星辰圣体，这洛族的洛星也着实不一般啊。据传言，这周天星辰圣体能引动漫天星辰之力，加持自身，无论是肉身力量还是灵力，都属上等。这下倒是好看了。我说怎么行事如此张扬跋扈，原来底牌在这儿啊！但是如果仅此而已的话，那你今日可就要含恨而终了。好死！还好我躲得快，他们两个真的是先帝巅峰啊！圣人境也就这般吧。不错嘛，小老弟，给你看看这一招。镇压了你！去！什么？传闻荒古圣体不仅异象众多，且独色的金色血气也是奇妙无比，不仅百邪不侵，还可代替灵力，一出功法之术。这洛星，没结束了！星辰现，海上月，Go！哦，洛星竟是也修炼出了异象。这是什么异象？没见过吧？这可是王体异象，海上生明月与星辰耀青天。怎么吓傻了？还是说准备好平淡的接受死亡了？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我今天就将你这自信活活磨灭吧！这是仙王连九天，这可是诸天上古异象中最恐怖的一种啊！竟在这小家伙身上出现了。仙王震，星辰变。
那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些星辰竟然变得这么大了？什么变大了？那明明是要砸下来了！啊！差距居然这么大吗？光是躲避这2个怪物的战斗余波就已经要精疲力尽了，实在不行，我等会儿直接认输好了。真是不让人省心。观看都有危险啊！这真的是2个先帝境之人的战斗吗？说的就是啊，也幸好有这苍玄宝镜，不然这座山峰都得被打塌了。幸好有这几位圣王坐镇啊！给我镇压！什么？这下看你如何翻天！怎么这样安静？不对劲！还有，还吗？他周身的黑气像是变了个人一样。还有底牌吗？蒋望，装神弄鬼，朕！给我！什么情况？那洛星气息怎么变了？他作弊了，这股气息是邪灵。我引入圣人之境，这回你又当如何？好弟弟，你真是狗胆包天啊！敢在大比中建立邪灵作弊！作弊！蒋望，我看你是被吓破了胆，连邪灵和气灵都分不出来了。传闻洛族大帝有一把名为大荒戟的绝世凶兵，横扫八荒六合，镇压9天10地。那大荒戟本是上古凶兵，吸收了无数怨念，气灵被侵染成了邪灵，所以本座才说他作弊。但严格来说，这只算是气中残灵，不能算是作弊。这还不让他竞赛？就是啊，上一局对战的时候就出手狠辣，现在演都不演了。看来还真让你钻了个空子。也太天真了，蒋望！我要让你认清楚，你不过只是被我踩在脚下的虫豸罢了。蒋望，我们是冠军！哇！你们的江望弟弟就这，圣人打天地，我个几把就能赢，我上我都行。光明正大作弊是吧？洛星作弊，那邪灵已算是外援，为何还不叫停比赛？诸位，你们怎么看？洛星此举属作弊无疑，应立刻叫停比赛，宣布江望为胜者。同意。但是我认为不妥，那邪灵本质上还是属于气灵，存在于兵器之中。没有错，大赛的规则之中是允许使用武器的。我认为洛星此举不算是作弊。为何不算作弊？邪灵加持自身不算作弊，那什么算是作弊？和作弊还敢这么叫嚣，你们要不要脸啊？他们哪儿还有脸了？和洛星一样。大赛规定允许选手使用武器灵宝，洛星并未违规作弊，比赛继续。大长老，大长老不是在闭关修炼吗？他老人家潜心修行，怎会管一场仙宫大比？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和大长老一样，号令众生，莫敢不从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会把你彻底碾碎，哥哥。凭借一把破戟成了圣人，你就觉得你是天才？又要靠你的意象吗？那又怎样？大荒戟的能量无穷无尽，你始终差我一筹。你若3重天，我便以2重天败你；你若4重天，我便以3重天败你。天下的英才太多太多，你洛星算是其中幸运的一个，但在我江望面前，低眉顺眼便好。哼，狂妄！你要自寻死路，我满足你。哼，来得好！果然是虚张声势，给我死！什么？他仅靠双拳就将我的双手震裂，你可把这破戟握稳了！快赢你！不能，这是……这不是咱们林妙峰白映诀中的黑阳印吗？
可不是嘛！姜望才来灵妙峰几天啊，就已经将这百印诀修炼到如此地步了，真是天才呀！好样的，姜望，震死他！姜望，我必杀你！他的心性果然会受邪灵影响。既然如此，是时候用我真正的手段了。这是什么招式？不能让他放出来！这摘星手是我能用出的最强功法神通了。不会说，好弟弟，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通吧！上苍劫光灭魔，上苍劫光灭魔！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这么强？我不服！你堵住我！地祖复苏了，姜望，天道还是眷顾我。我说了，你只是运气好而已。现在你的好运到头了，给我进来！怎么可能？现在轮到你了，洛星。我认！在我打够之前，我不会让你认输的。太解气了！早就看洛星这小子不爽了。不想想他自己打赢的时候有多残忍，他活该。洛星身为天骄，却没有战至最后一刻的勇气。天赋也许有，但心性真是太差了。这样的人修行路走不长远。妙华岭在经历失败前，谁都不会知道自己会怎么样。你的弟子若是败了，未必不会像洛星那样。可我的弟子不会败。我忍。花儿，不要！他是你弟弟，万万不能杀他！你终于舍得开口了，霍战天，不然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在你二人决战之前，我便嘱咐过洛星，他不会真下杀手的。而且，说是你们两人现在身份互换，我还是会站出来的。你与你弟弟皆是我洛族天骄，焕儿，不如闭嘴吧！你还是这么虚伪，真让我恶心。你儿子，我杀了！不！谁敢阻我？少族长未免太不拿造化仙宫当回事了，外人不得插手大比。谁？这手上有杀印。看，你儿子运气不错，有个尽职尽责的靠山。大赛之中明有规定，不得故意伤人性命。洛星确有投降之意，本座依规办事。姜望小子，你可有怨言？姜望小子，你可有怨言？怨言？弟子为何会有怨言？大比的规矩本就是造化仙宫定下，大长老代表造化仙宫，又怎么算是违规呢？姜望说的对，造化仙宫难道是大长老的一言堂吗？这样仙宫大比算什么？算什么？对大长老，你也听到了，你若不做些什么，恐怕我们造化仙宫的信誉。是，皆因大长老高义救我儿性命，洛族难辞其咎，愿为姜望提供真龙元髓作为补偿。爹，你怎么能？竟然是能够铸成无上根基的真龙元髓啊！这真龙元髓再加上破圣丹，能让原本借用药物突破的境界无比稳固啊！想来原本是洛家为洛星突破准备的东西，如今竟要便宜了我的弟子。不必，洛星早有认输之意，老夫的决断绝无半点差错。大长老，妙华林，再说下去就是以下犯上了。明明洛族自己都认错了，到这种时候还抬出身份来压人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诸位，稍安勿躁。这声音是？难道说是那个人？剑玉公主啊！公主，竟然是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苍玄公主。没想到这仙宫大比会惊扰到她老人家。公主，不知她是否也会为洛族撑腰？姜望和洛星都是天之骄子，损失任何一个，对我造化仙宫都是损失。既然胜负已分，
便没有下死手的道理。果然，不过是一丘之貉。但大长老云山插手仙宫大比，同样是知法犯法，错上加错。只是错已铸成，不如由洛族和云山一同给姜望补偿。云山，你可有怨言？啊！公主这是判洛族得补偿姜望了？何止啊！云山也得出血。公主限免，公主限免。如此这样，你可以放过洛星了吗？弟子谢过公主。不必拘谨，日后你就是我造化仙宫的弟子，不仅天赋卓绝，心性与勤奋也属同代之人顶尖。你的奖励由本座亲自发放，好生休养吧。闭关千年的公主居然要私下见姜望，遵您法旨。谢公主抬爱。那么此次仙宫大比仪式完毕，所有被选中的弟子皆可去无涯峰报道，那里自会有长老执事接引你等。姜望，本座期待3日后再见到你。经历了这场恶战，体内的灵力境界竟然有些松动，想来再配合上破圣丹，就能直接晋升圣人了。大比的奖励着实丰富，除了破圣丹与不死药，现在还加上了洛家和云山的资源。不过这些都不是最大的收获。哎，姜望回来了，快看！姜望太长脸了！各位，弟子不负众望。许多言，站着别动。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活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至尊骨呢，快让我好好研究研究。哎，别急别急，让我也摸摸。诸位长老，起开起开！你们这群老不休，等你回去调息好，还得去悟道峰找公主呢。哎，别抖啊！悟道峰又不会跑，公主她老人家修炼了几千年，也不差这一天呢。唉，你这让为父如何是好？早不晋升，晚不晋升，偏要这个时候。如今拿不出来东西，如何向那小家伙交差呢？反正我都已经用了，你想办法吧。不行你就拿北元灵力给他灌顶吧，效果一样的。为父心里好伤心啊。但是我还有一计，不如你以身相许他吧。想来那小家伙不会拒绝的。罢了，为父亲自去和那小家伙解释一番吧。老不正经。既然灵儿姐走了，我就能处理这个危险的意外收获了。在大比中吞噬的圣人境后期邪灵，这么简单就能控制？看来这邪灵没有自我意识，只有一些本能。哼，若我能炼化这邪灵，能不能直接突破到圣人境？不妥，还是圣人后再炼化为好。谁？灵力波动藏不住的，滚出来！什么？你是何人？打赢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居然也会摆硬诀，难道是灵妙峰之人？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，也不知道你究竟要干什么，但我奉劝你赶紧逃命，弄出这么大动静，我师尊脾气可不好哦。废话少说，直接施展你的手段吧，不然今日你难活命。哼！你居然也有仙王灵9天异象！你居然也有仙王灵9天异象！还算不错，小子，记住我的话，无上寻龙凤，上古秘传法，得此真经卷，傲视天地间。龙凤说什么呀？是我的上苍结果。人呢？无上寻龙凤，无上？难道他在暗示我无上神殿中有什么？可他打我一顿图什么呀？姜望，妙姐姐来！你发疯了，姜望！刚刚有个神人。事情就是这样。你是说不知道从哪来了个神秘人，用和你一样的异象把你揍了一顿？无妨，他确实没有恶意，只是他说的话你要好好琢磨。师尊，你知道这人是谁？不必多虑，你日后也会认识的。他既然给你留了话，那等你今晚调养完毕，便和为师同去无上神殿。记得，无上神殿内并非一帆风顺，休息不够，不可逞强。师傅，无上神殿之内还有什么危险吗？也并非是什么危险，
应该算是考验。一般的神通对你提升也不大，而想要获得顶尖神通，则必须前往无上神殿最深处。所以，若想在无上神殿内有所得，还需你全力以赴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倒要看看无上寻龙凤到底能找到什么。这威压，应当便是守护整个无上神殿的上古杀阵了。虽比不上系统的红莲阵，但也相当强横了。来者可是今年的大比魁首强旺。正是，弟子来无上神殿中挑选神通，望长老赐教。这无上神殿共分为9层，若顺这条台阶上去，便可寻到。越往上，阵法的威压越强，而且不能使用灵力。你这种的，应该只看得上传世神通，便从第7层开始找吧。谢长老指教，这点威压对荒古圣体来说太轻松了。这第7层杀阵的威压果然更强。如果所谓的无上是指这无上神殿，那龙凤说的应该就是这里的功法或者神通了。至少功法中要有龙凤2字。这个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看来这一层是没有了。第8层的威压也尚未到达我的极限，不如直接去第9层。哼，第9层的威压果然不同凡响。荒古圣体开！这些光团就是第9层的神通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在威压下移动尚且艰难，现在居然还要追逐这些光团。若没有圣体加持，恐怕连一个都抓不到。还想挣扎？给我碎！这是……这便是整个造化仙宫内收录的最顶尖的功法神通嘛。虽然我已修炼了吞天魔功，但大道殊途同归，这功法既然加深了我对吞天魔功的理解。既然如此，反正也要寻找和龙凤相关的神通，全部开过一遍再说。在我看完那些光团里的内容前，竟然全然没有注意到这枚光球的存在，这就应该是那个神秘强者让我找的神通了吧？抓到了！果然，这就是那个和龙凤有关的神通，没有和那些光团一样一触即碎，果然不凡。看来还是我更胜一筹。龙凤九变经，上古绝世宝术，修之可得天地精华，化万物为形，以万物之源，玄妙无比。果然是他！刚刚得到龙凤九变经之后，第9层的功法重新出现了，但龙凤九变经反而成了我手中的经卷，而刚刚记住的内容竟然也全都忘记了，果然神奇。只是这卷轴必须得带走。陈长老，小子想将这本神通带出去。龙凤九变经还真让你小子找到。作为仙宫大比的奖励，的确可以在这无上神殿之内任选一本作为奖励，但是老夫现在还可以给你个机会，让你重回第9层，再次选择一次。啊！能得到这龙凤九变经的天骄不少，能修行成功的却是只有1人。这功法晦涩难懂，若是无人指导，修行起来只是徒劳。师傅说那神秘人没有恶意，信了。不换了，总得试试。既然这般，那你便拿去吧，3月后归还回便好。已经修行了1个月了，难道这功法只是个72变？江望，你变成仙鹤做什么呀？什么？连灵儿姐都骗不过去吗？师尊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您看我能不能求求公主，给我换个神通啊？好吧，那咱们最好现在就动身，走吧。参见妙圣元。免礼，本座带此次大比的冠军前来拜见公主。公主已经提前吩咐过了，让江王1人前去见她。哦，那师尊，我先去一趟。高人都喜欢这些个花花草草吗？这位师兄，咱们公主如今多少仙龄了？青年已经3万岁了吧？3万？那得老成什么样啊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放心吧，不老的，一点都不老的。
公主应当在凤凰树下的小亭内，我就送你到这里了。谢谢师兄。这就是凤凰树吗？没有丝毫灵力波动，但这凤凰花可真好看。哦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姜王。小子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你今天就是公主大弟子，我也得好好收拾你一顿。上苍！脾气这么暴，这里可不能让你瞎折腾，还是老实点吧。什么？我的灵力和经脉怎么都被封锁了？你到底是谁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苍玄，人们常常唤我为造化仙尊。这就是造化仙宫的公主苍玄。我知晓你心中疑惑颇多，但是不着急，大把时光，坐下慢慢说吧。那个公主啊，不能。啊，龙凤九变经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，一会儿我自会向你说明。今日我找你来，也是为了2件事情，不如你先听我说。第一件就是你和洛星之间的战斗，其实云山出手干扰，我理应出面，但这其中种种，我现在很难跟你解释，只能让你先吃一亏。你是不是不服气啊？哼，比个赛，我吃的亏还少吗？放心吧，小家伙，没有什么亏是白吃的。嘿，弟子吃点亏真的没什么的，随便给弟子几个极道地兵就行。这些哪够？吃这么大个亏，我还是给你换成更有利的补偿才行。那是什么？当然是奖励你能亲眼目睹本座的尊容了。啊！别急，还有第2件事，那就是你的大赛奖励已经被别人吃了，现在没法给你了。公主，那也就是说，我这个吃尽了苦头和委屈才拿到的大比第一，不仅没额外奖励，还比预期更少吗？小家伙，稍安勿躁，你怎么知道你得没得到便宜了呢？我让你选那龙凤九变经，可不是让你傻坐着抬头看鸟，然后变个鸟逗自己玩的。你丝毫没领会龙凤九变经的真谛。这青莲难道是？这就是道极青莲，不仅能生死人肉白骨，还能延年益寿，强化肉身。这道极青莲就是传说中的不死神药。正是，也就是你的奖励之一。就这么轻松给我了？收好吧，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赶紧跟我来。小子，别说我不照顾你，接下来才是正头戏，看好吧。世间得到龙凤九变经的人不只有我，但只有我才真正通晓这项法门的修炼之法。你修炼的方法只得其形，未得其神。真正的变化在于形神之转换，而非形质之改变。接下来我要说的是真正修炼之法，我只说一次，若你不能顿悟，还是回去变鸟傻飞吧。请前辈指点。气血之变乃九变之根基，修炼之时，须心如止水，神若虚空，气若游龙，血似流凤。至于形神之转，才是九变之关键。修炼时，应形如山岳，神如流水，将气血与形神各自修炼到极致，就算是让真龙复苏，也未尝不可。然而，变化之道，并非是这龙凤九变经的最强一道，还有更强的作用。这门神通最强大的是化，而非变。换言之，你学了龙凤九变经，就等于拥有了无数神通。好，小家伙，可别说我让你白吃亏。来，这一小瓶水你收好，里面有本座刻下的神念烙印，只要你口诀念出瓶中之水，就会变化形态。而这正是你的另一个奖励，真龙元髓，小小一滴便能助你奠定无上根基。公主大人，弟子能不能问问破圣丹是被谁吃了？不能，但你放心，你的破圣丹已经在炼制了，不出3月便能给你。若是没将那龙凤九变经修至大成，你也不必说受过我的指导，我可不想一世英名毁在你的手上。你是要晚节不保吧？你再说一次。弟子告退。既然这么着急回去的话，还是让我送你吧。老怪物！等我到圣王，我让你抵废起来！魔气少年穷！
依灵，经过这几日的观察，你觉得洛星如何？洛星虽天赋卓绝，可是奈何心肠歹毒，心性未免太阴毒了些。那我弟子江望比他如何？江望的话，无论是天赋还是体质，都比洛星只强不弱。相貌也同样出彩，倒是个不可多得的男子。你那弟子愚钝不堪，智商和情商都极低。我那弟子如何惹公主生气了？小花灵，你说说，你那个弟子，我好心好意教他神通，他最后居然说我老。其实人家也没说错啊。你还没嫁给江望呢，不对，你还和他不认识呢，你就这么向着他，还和他一起说你老爹？你瞎说什么？老不正经的，谁说要和他成亲了？悲催啊！仙鹤，纵形石，可如何修这些东西的形神呢？难不成要光天化日在这院子里扮演畜生？不管了，先试试。兄啊，你干嘛呢？灵儿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是问你面见公主的收获，现在没事了。你先忙，你先忙。灵儿姐回来，我修炼呢，我可以解释啊。灵儿姐，我修炼到份上，我就不出去了。老子冲了！完了，江望真给自己修魔咒了！快去看看吧，可不得了！江望，你在里面吗？江望，你人呢？哪儿来的长牙畜生，滚一边去！是我啊，长老，我终于练成了。这松鼠是你啊？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你现在变化的东西怎么不像之前了？一丝你自己的气息都没有。当然了，我能是一般人吗？江望，是时候取回属于我的东西了。老爷子，你怕是晚节不保吧？我好心好意教你神通，居然敢说我老。清河，吩咐你个事儿，把这破圣丹给那江望送去。小东西敢对我不尊，顺带教训教训他。刁难大比第一，我吗？快去，别让他等急了。这差事不好干啊。清河，丹药给我，你去忙吧。谢上你。江望，我倒要看你有什么不同。弟子江望前来领取破圣丹。请稍后，丹药即刻送到。这种气质，竟然只是侍女吗？不错，这便是你的破圣丹，拿去吧。这就给我了。公主真是卧虎藏龙，破圣丹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连个仪式流程都不需要吗？可真是被小看了。唉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老不肖，你说什么呢？是我用了他的破圣丹，自然不能让你因为个人恩怨刁难人家。好，